一天早上，赫米斯对大伙说：“我们是有个麻烦，尼古勒总是咳出毛团。”莉拉听后不以为然，表示弗赖也是这样。因此，为了以示公平，赫米斯提议让约翰来处理这麻烦，大家双手赞同，约翰却一言不发。后来经过莉拉查看，弗莱发现约翰已经挂掉了，教授非常难过，但事实上那只不过是约翰脱下来的壳，真正的约翰完好无损。现在他要把这副旧壳扔进垃圾桶，顺便再在里面捡一些艾米昨天没吃完的薯片，不是角指甲盖。就在约翰扬长而去的时候，艾米的手机响了，他迫不及待去接听，结果对方什么都没有说就挂掉了。艾米十分生气，因为1年以来每天都有人打10次电话来又挂掉，她多么希望能有个像样的男人给自己打电话啊！刚说完，手机又响了，艾米果断接听，可结果还和上次一样，基夫还是没有勇气对艾米说出那3个字，只能对着她的照片犯傻。当看到那次在泰坦尼克号飞船上两人的合影后，基夫再次鼓起勇气，但最终依旧失败，为此他很懊恼。这时扎普走来，见基夫哭得像个女人，他觉得是时候展示一下自己的慈父形象了，于是基夫告诉他：“我爱上一个女孩了。”1年前，当我和他逃离那艘被你驶进黑洞的飞船后，在离别之际，他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是他的电话号码。听了基夫的诉说，再加上艾米认识莉拉，扎普有了主意。通过视频，他想和莉拉商谈一次私人约会，即除了他俩，还有艾米和基夫。莉拉本想拒绝，但由于艾米表示基夫是喜欢过他的人中最可爱的家伙，因此莉拉答应了扎普约1次半会的建议。接着，基夫和扎普来到宇宙餐厅，因为不经常出来约会，基夫不知道待会儿应该说些什么。对此，扎普将自己的私人情话语录录给他，并抢走了基夫准备送给艾米的鲜花和糖果，然后把鲜花给了莉拉，而莉拉又把鲜花烧掉，扔进了水杯。由于这是半个约会，莉拉坚决只点半份餐，扎普则是为了省钱，让基夫什么都不要点，自己却点了2份牛排。用餐结束后，艾米问基夫为什么一整晚都不说话，基夫紧张的不知道如何作答，便拿出了扎普的情话语录。可当他照着上面念了一段话后，艾米勃然大怒，莉拉也很生气，她宣布这个半次约会彻底结束。看着2人离开，基夫问扎普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扎普说当然，这个办法保证管用，它能帮你挽回女人的心和心外面的部位，它就是卡拉 OK。基夫听后立刻信心大增，想当年他可是参加过公爵男孩合唱团，随着他的歌声响起，正准备离开的艾米成功被吸引，扎普却又来横插一脚。好在别人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最后众人实在受不了，只能坐上救生船逃离。于是偌大的餐厅瞬间只剩下4人。莉拉也很想离开这个鬼地方，他叫扎普给自己叫辆太空出租车，扎普拒绝，表示自己能擅长驾驶任何餐馆建筑。就这样，在他的毁灭性操作下，餐馆飞船失去了控制，坠毁在一个不知名的星球上。另一边，约翰的新外壳价目表到了，他开心试穿，第一件是充满了男子盖气概的牛仔风格。班德认为这很无理，因为他是墨西哥人。好吧，那换第2件，他看起来像是个夏日男孩。赫米斯却说别试了，公司的健康计划只支付一种替换外壳，即约翰只好伤心离开。弗赖见约会2人组还没有回来，给餐厅打电话。当得知2人坠毁在一颗星球上，弗赖立即拉上班德去营救艾米和莉拉。而此时，遇难的4人已经从餐厅飞船逃出来。莉拉问这到底是什么星球？扎普回答不知道，整个星区没有在星图上标出。可事实是他丢失了星图。不仅如此，他还想着继续约会。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响动，众人慌忙躲起来看看，发现是3个女巨人。见他们正在找自己，莉拉叫大伙闭嘴。无奈有个猪一样的队友，4人还是被抓走。第2天，等弗赖和班德来到此地，他们已经成为了囚犯。弗赖还想着用一个完美计划救出此人，谁知道，哇哦！待他和班德也被绑了后，黄发女巨人宣布女人被释放，男人继续带着镣铐。说罢，另一个女巨人决定把他们带到首领那去。在去的途中，女巨人告诉莉拉，这里是亚马逊新的首府，男人在很多年前就绝种了，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体育馆，虽然他们无法投篮和打球很好看，还有趣味的戏剧俱乐部。注意，这不是那种反复的陈词滥调，喜剧来自人物真实生活，而不是抽象的发狂。说白了就是无聊。男人们哈哈大笑。
不过就算如此，艾米仍然感觉这里非常棒。莉拉也已经在这里找到公寓。很快，众人来到首领的住所。女巨人说，她决定着男人的命运，她是全知的。至于为何会这么说，只因为首领是一台巨型计算器，他神秘的出现于男人灭绝的时候，再加上他看起来像是个异类的政治家，所以女巨人们便拥护他做首领，为他提供洗澡水和香皂。如今，对于莫名出现的男人，首领很生气，他打算思考一番后再回来。趁着首领思考，女巨人将男人们靠在墙上。这时弗莱才明白，不应该老是拿女人开玩笑。扎普却不知悔改，依旧自恋又欠打。对此，女巨人好奇，在地球上，男人都是用来做什么的？艾米告诉他，爱的抱抱，这让女巨人们十分惊讶。扎普说，我还可以给你们演示一下哦。女巨人听后很不悦，她斥责扎普闭嘴，否则他就会像上次来的亚马逊男人那样骨盆破碎 over。这倒让弗莱和扎普非常高兴。话音刚落，首领回来了。经过冗长的计算，他决定让男人们领盒饭，以爱的抱抱的形式。莉拉听后对首领表示，男人们虽然可恶，他们破坏每一颗他们所控制的星球，但墙上的这些男人是我的朋友，他们还没有讨厌到要挂掉。女巨人却说，不行，他们曾经取笑过我们。既然如此，首领更要坚决地让男人们领盒饭。班德强烈赞同，并说自己不是男人，而是男机器人。因此，尽管他跟男人一样混蛋，首领也放了他。至于其他男人，则被带去爱的抱抱屋。在处罚开始之前，首领将女巨人分为3组，宣布扎普被大个子女人处罚，弗莱被小个子女人处罚，而基夫则作为最有魅力的男人，他将被最美丽的女人处罚。处罚顺序则是大个子女人、小个子女人，然后再是大个子女人。眼看自己即将领盒饭，基夫终于鼓起勇气对艾米说出那3个字，告诉他那个打了电话又挂掉的人是自己，他只是太紧张，以至于都不能打招呼。说完，处罚开始。Oh, baby. Yeah. 莉拉觉得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她让班德去入侵首领，给他重新编写程序，好放了男人们。班德受迫同意，然后悄悄来到首领面前，打开了他的 CPU， 结果里面竟然是一个女机器人。女机器人之所以伪装成计算机，是为了统治女巨人，因为她的母星是由一个男机器人统治，于是长期在这种压迫下，女机器人才会做出此等行为。小屋处罚仍在进行，见弗莱和扎普已经累得不行，莉拉果断出手，但根本没用。艾米就聪明得多，她假扮成女巨人，成功让基夫脱离苦海。女巨人见此，立刻对他们展开追击。危急时刻，两人只好躲进首领的住处。而值得庆幸的是，班德也已经将女机器人拿下。有了他的帮助，女巨人不仅放了男人们，他们还听从班德的命令，为他拿来了很多金子。回到公司，约翰向赫米斯如何得到之前旧壳的故事，莉拉向教授讲这次冒险的故事，班德则沉迷在金子的世界中。扎普和弗莱再也不想爱的抱抱，而基夫虽然如愿抱得美人归，可依旧还是那么胆小。或许正是因为艾米是自己最爱的人，所以基夫才不知如何表达，才会如此小心翼翼。油污货车停车场，莉拉为飞船加插物质燃料，看着计费表上滚动的数字，她决定还是检查一下液位。班德在一旁为自己加酒精燃料，顺便再抽个雪茄，谁知火半天打不燃，好不容易打燃了，脑袋也飞了。弗莱则在厕所点了一份三明治，但味道嘛却是一言难尽。莉拉又开始清理飞船上的挡风玻璃，猥琐大叔见此调戏，弗莱替莉拉打抱不平，主动上前找大叔理论，结果越帮越忙。回到公司，弗莱惆怅万分，表示自己无论做什么都不能让莉拉高兴，其实他也只是想让她喜欢自己。班德说别难过，希望总是会有的。接着二人去修等离子核聚变锅炉，因为这与保安看颜色书的工作进度冲突，所以此等重担便落在了班德和弗莱身上。可班德哪是干这种活的料，他不仅没有修好锅炉，还害得弗莱身体插了一根铅管。约翰看后不以为然，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教授问弗莱最近吃特别的东西没有，弗莱回答没有。莉拉却说厕所那个三明治，因此教授吩咐约翰检查弗莱的胃肠道，并叫众人出去给弗莱留些隐私。可事实是，为了通过外面的单向透明玻璃看得更清楚，如果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还有特写。约翰用听诊器听了一番后，打算还是用相机检查弗莱的体内。艾米觉得这有点恶心，但不得不承认这方法真的很有效。后来大伙在弗莱的肠道内发现了大量蠕虫，也就是说三明治里的蛋是蠕虫卵，而且它的蛋黄酱也不新鲜。赫米斯一边吃爆米花一边问，难道没有办法清理这些蛆虫吗？教授答道，办法只有一个，即我们深入弗莱的体内，有这个。
在进去之前，教授还给了每人一个肠道生存袋，里面有一件雨衣、一个傻瓜相机以及一个抵抗细菌的鱼叉。班德不解，问为什么要用微型人造人，而不直接缩小？其实原因很简单，由于那需要极其微小的原子，教授没有钱，当然支付不起此项研究，只能通过微型人造人和网络设备，使大家体验弗赖蠕虫滋生的肠道。关于此次行动的计划方案，则是先从耳朵进入到咽喉后面，接着前往肠道，在这里他们将刺激脾脏的活动，从而引起痉挛，排出寄生虫以及其他东西。班德听后立即去准备让弗赖清理耳朵，教授阻止，表示这次行动不能让弗赖知道，如果他知道，蠕虫就会想方设法自卫。因而莉拉的任务是分散弗赖的注意力，让他蒙在鼓里。莉拉回答没问题，艾米却建议他先去做个面部清洁。很快，莉拉就略施小计，将大火送进了弗赖的耳朵，但因为教授的声音太大，弗赖又开始掏耳朵。幸好一行人及时穿过耳膜，此劫才算躲过。来到大脑，只见蠕虫针对弗赖大脑进行彻底的调整，这能加倍他的思考能力，让他愉快的和莉拉相处。鼻腔，由于弗赖在闻鲜花，所以芳香气体刺激到灵敏的嗅觉器官。飞船左摇右晃，紧急时刻，约翰告诉大伙，可以通过旁边的毛细血管逃进鼻窦里。就这样，众人顺着红细胞来到了心脏，在这里，只要没有东西使得心脏跳动加快，他们就是安全的。可事实往往不尽如意，牵了莉拉手的弗赖心跳犹如打鼓。教授赶紧设定航线，命令飞船前往胆固醇包裹的阀门。途中，约翰还刮下一小块胆固醇尝了一尝。见蠕虫在给弗赖的肌肉打爵士乐，赫米斯表示：“好家伙，弗赖将变得像大力士和橡皮泥的结合体那样强壮又柔韧。”事实的确如此，在一工地上，弗赖和莉拉又遇见了那位猥琐大叔。莉拉本想绕道而行，但弗赖不同意，他再次上前让大叔向莉拉道歉。大叔拒绝，并亮出刀子，弗赖只好露出自己的肌肉，把大叔打得落花流水，让他不得不向莉拉道歉。另一边，大火已经通往肠道的门户胃，不过肠道保卫兵也发觉了几人，他们对飞船发起攻击。班德想弃船逃离，教授却说不要放弃，离幽门括约肌只有一步之遥了。经过努力，众人终于在幽门闭合之际来到了目的地，也就是肠道。看着肠道里的神殿，一座重重设防保护着脾脏的堡垒，教授告诉大家，如果能刺激神殿里的神经，肠子就会抽搐，驱逐整个蠕虫社会，这将会是一场彻底的肠道运动，其他地方的蠕虫也会因此消灭。到时候弗赖能剩下骨头就很幸运了。说罢，大伙开始攻击蠕虫，蠕虫见后也进入战斗状态。与此同时，莉拉正在和弗赖在公司对面的咖啡馆喝咖啡，她对于弗赖今天的表现很高兴，问他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弗赖叹气，一直以来他都很想向莉拉表白，可之前嘴巴就像塞满了花生酱，直到吃了那个三明治，他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莉拉听后跑回公司，教授还在与蠕虫大战，而莉拉之所以回到公司，是为了进行微型人造人，来到弗赖的肠道。转眼，教授已经来到盆骨处的脾脏神经中心，接下来他只需要瘙痒他，然后逃生，却没有想到关键时刻杀出了一个莉拉。他不仅阻止了这一切，还解决了大伙的微型人造人。这下蠕虫将会永远的留在弗赖体内。莉拉十分开心，觉得弗赖和蠕虫在一起会更好。话音刚落，弗赖出现，大家只好把事实告诉他，结果反而促进了弗赖和莉拉的感情。很快，莉拉便将弗赖带回家中，弗赖却拿出全息情感笛。全宇宙只有少数人会吹这玩意儿，而且他们吹得并不好。对此，弗赖表示，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莉拉的鼓励。说完，吹起了笛子。画面中立刻出现了两个翩翩起舞的人儿，他们不是别人，正是莉拉和弗赖。一曲结束，两人默默来到卧室。莉拉说很喜欢现在的弗赖。现在，弗赖决定去弄清楚一些事情。通过微型人造人，他也来到了自己的肠道。蠕虫一见是他，便将他带到了国王面前。弗赖告诉国王，自己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想知道莉拉到底爱的是自己，还是蠕虫改造后的自己。因此，他要求所有蠕虫离开。国王拒绝，这里可是他的故乡，没有人能让他离开。既然如此，弗赖只好与他决斗，然后乘着电梯来到大脑。不过凭他一人之力，想要打败数以万计的蠕虫是艰难的，所以弗赖就砍大脑神经。果然，恋爱中的人都是白痴。砍完神经后，他又砍手眼、弦条、脑叶。可这样并不比喝点酒或者玩5分钟手机更严重。最后，在弗赖以自己生命作为谈判条件的情况下，蠕虫答应离开，因为总有一天，当弗赖吃快餐的时候，他会再次被他们占满。解决完这件事，弗赖来到莉拉卧室，打算再为她演奏一次全息情感笛，这对他很重要。可没了蠕虫，他再也吹不出美妙的音乐，脑子也变得和以前一样笨。莉拉见此，对弗赖的好感瞬间消失，特别是弗赖拿出按摩精油，说会像给艾米做的那样给他按摩时。机器人公寓，班德很遗憾，弗赖会放弃莉拉这个目标。而弗赖虽然表面放弃，但等班德走后，他又拿起全息情感笛入门书。随着笛声响起，画面中逐渐出现一个女孩，她就是莉拉。
圣诞节即将来临，按照冬季传统，扎龙7号星北极熊俱乐部的成员们会纷纷跳进一条安水河，然后无人生还。圣诞安全委员会首脑提醒大家，在圣诞节中一定要注意杀人如麻的圣诞老人，拴好大门，和宠物说拜拜，并把孩子锁在壁橱里。刚说完，赫米斯就封了电视，他必须要为圣诞老人的到来做好准备，其他人也锁好壁炉。教授甚至启动了防弹窗板，就是为了防止去年的事情发生。现在只要没人蠢到离开这房子，圣诞老人就动不了大家一根汗毛。快递小队欢呼雀跃，却没想到教授又吩咐他们将孩子们写的一袋信送给位于海王星北极的圣诞老人。因此，快递小队不得不冒险出发。途中，他们看了孩子们写给圣诞老人的信，信中全是不好的事情。圣诞老人不是用自行车弄破小女孩的内脏，就是用栗子解决小男孩的爷爷。弗赖觉得这不公平，在他的年代，圣诞节应该是让人们团聚，而不是分离。因此，他决定把记忆中的圣诞节找回来。莉拉赞同，很快三人就来到海王星的北极，看见一行小精灵海王星人，莉拉称赞他们十分可爱。海王星人却告诉快递小队，自己如此瘦小，是因为圣诞老人不给吃的，所以他们只能烧杀抢掠或者吃一些垃圾。至于住房姜饼屋，海王星人表示食物以容身之处，两者不可兼得。那制作玩具也没有报酬吗？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圣诞老人送给孩子们的礼物是由他手下的小精灵制作，据说他们还有专门制作玩具的工厂。可由于31世纪的圣诞老人认为每个人都是坏人，所以海王星人压根就没必要制造玩具。弗莱听后更加气愤。后来在海王星人的帮助下，快递小队来到了圣诞老人的老巢缤纷城堡。此时，圣诞老人正在监控里观察谁更坏，看见歹徒殴打店主勒索保护费，他说歹徒是很坏，可店主没有付保护费，他更坏。说完，将画面转到了行星快递公司。可就在保安出现在屏幕上时，海王星人送来了快递小队和孩子们的信。莉拉立即实施计划，因为圣诞老人是机器人，他准备用逻辑悖论摧毁他，并叫班德堵上耳朵。说干就干，三人从信中出来，圣诞老人随即举起大炮。关键时刻，莉拉对圣诞老人说：“你是被编程用来消灭坏人的，但许多被你消灭的人实际上并不坏。因而从逻辑上来讲，如果我指出你是坏人，你也必须消灭自己。”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圣诞老人的脑袋是用矛盾吸收爆炸环制造的，所以逻辑悖论对他不管用。三人仓皇逃跑，圣诞老人穷追不舍，最后快递小队好不容易躲过大炮，逃出缤纷城堡，上了飞船。结果飞船引擎又被圣诞老人抓住，好在尽管他们没能启动飞船，可圣诞老人也因此被冻在了雪地里。这下海王星人终于能制造玩具了，他们兴奋不已。弗赖本打算顶替圣诞老人，不过以人类的力量，他根本无法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所以圣诞老人的重担还是落在了班德身上。虽然他不是按照圣诞节规范制造的机器人，但也不是被制造来偷莉拉钱包的，他还不是照样做到了。班德相信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眼看距离圣诞节只有几个小时，海王星人立刻开始制作玩具，弗赖和莉拉也来帮忙。班德则被刷上了粉红的漆。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礼物总算如期完成。班德坐着雪橇来到了地球，他正准备给孩子们送礼物，可因为之前圣诞老人的恶行，人们以为班德跟他一样坏，所以每个人都讨厌班德，二话不说就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在送礼物途中，班德偶遇了一位匡萨机器人，他在送传统匡萨之书。匡萨究竟是什么？这项工作他已经干了647年。注释：匡萨节是每年的12月26日，是非裔美国人的节日。公司大伙在装扮圣诞树。尽管莉拉再三告诉教授，班德是圣诞老人，不要伤害他，但当班德出现，教授还是 No。可怜的班德不想再继续遭受折磨，将玩具通通倒进下水道，给了变种人一个对于美丽又难以实现的标准。接着他来到垃圾箱喝酒，警察见他一身红衣，以为是圣诞老人，并把班德抓上了法庭。就这样，所有人都认为班德是圣诞老人，控诉他反人类罪，尤其是教授。证人小女孩在律师蓝公鸡的威胁下，也指出班德就是圣诞老人。尽管班德还给了他1块钱和一些糖果，而法官由于急着回公寓吃火腿大餐，果断判定班德有罪，判决在他日落时分被处决。看着班德被带进死刑牢房，莉拉和弗赖来到海王星，他们打算带真正的圣诞老人去证明班德的清白。可因为玩具工厂的污染造成了温室效应，圣诞老人挣脱冰块的束缚，又对弗赖和莉拉进行攻击。两人借此赶快启动飞船回到地球，谁知圣诞老人也跟了过来。另一边，
前，班德已经被带到刑场，市长对他说，只要我启动开关，强力电磁体就会把你五马分尸。不仅如此，还有观众围观。当随机数生成器生成0的时候，你将被处决。画壁按下开关，随机数生成器开始跳动。突然，莉拉闯入，接着是弗赖、赫米斯、艾米以及教授，他们都表示自己才是圣诞老人。对了，还有扮演耶稣的约翰。弗赖更是说，如果要处决班德，那你就必须处决我们所有人。但市长压根就不是他这一套。恰好这时0出现，可就在班德被行刑时，圣诞老人救了他。此外，他还邀请班德来帮自己挽救圣诞节。换句话来说，就是和他一起进行残忍的大清洗。班德同意，城市再次陷入危险，小女孩也再次被自行车砸中。莉拉想不到费尽千辛万苦，圣诞节还是和以往一样被毁。现在他们没有电，没有暖气。弗赖却表示，未来的圣诞节没有完全被毁，因为恐惧使人团聚，这就是圣诞节的魔力。匡萨机器人鉴于光明节巫神在布纳布里斯举行宴会离开了，班德被圣诞老人踹下雪橇，原因是戏弄圣诞老人，圣诞节由此结束。20世纪，布鲁克林实习医生初级医院，弗赖妈妈正在这里一边生产一边听棒球比赛。很快，弗赖出生，父亲为他取名菲利普，没错，就是那个菲利普。因为美国人的姓名是以名、姓为序排列组成的，所以弗赖的全名叫菲利普·基·弗赖。但弗赖哥哥杨希似乎并不喜欢弗赖，他总喜欢抢弗赖的东西。当然，对于二胎，可能老大多多少少有点不满，这也能理解。31世纪，弗赖正在和小伙伴进行买马比赛，由于比赛难分胜负，科学家还用电子显微镜判断结果。可即使是这样，教授和弗赖的马也依然纷纷失败。豪华包厢，父母告诉艾米，今天的赛场上他们有4匹马和2名骑手。说着，把最好的骑手介绍给了艾米。一会儿，半人马比赛开始了。弗赖叫莉拉来个幸运之吻，莉拉勉强同意。结果弗赖真正想要的是幸运舌吻，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又输了。中场休息，弗赖和赫米斯来到马全餐小卖部买吃的。老板说，我们这里的马都用100%的马肉喂养，保证马味翻了个倍。于是莉拉来了一份无胆固醇马纳啥煎蛋，赫米斯来了一份马口可乐，而班德则来到马场给其他马注射昏睡药。艾米的相亲对象看到后大声制止，班德便给他也注射了一份。之后比赛继续，尽管弗赖向马神祈祷，但因为班德的昏睡药，所有的马儿都哈欠连天，连弗赖自己也被传染。只有班德的马儿跑到了终点，他因此获得2500美元。毫不知情的弗赖十分愤怒，他拿出仅剩的1块钱，却没有想到风又把这1块刮到了电线上。弗赖为了拿回它，不仅被电击，还被雷击。如此倒霉的他，让他不禁想到，在过去年幼的弗赖也是这样，他总打不过哥哥。可当他有了7片叶子的幸运草后，他就突然运气很好，还能完美投出3分球。回到公司，看到班德数钱数到手软，弗赖不以为然，表示要是自己的幸运草还在的话，也会赢很多钱，并且头发也还会在。正说着，机器人就为他送来了新的头发。等弗赖戴好后，艾米问他那幸运草后来怎么样了？弗赖答道，我把它藏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就连保安也不知道。如此说来，幸运草还可能在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旧纽约的废墟里。因此，弗赖当即决定要把它找回来。就这样，快递小队来到了旧纽约入口，弗赖宣布自己的厄运正式结束。来到旧纽约，弗赖兴奋不已，大叫霍华德·斯特恩名不副实。这里指的是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并讽刺朱利安理事长。看到以前的旧街道，弗赖想起了过去，记得小时候有一天，他和哥哥都想参加霹雳舞大赛，所以为了获得参赛名额，在街道选拔中，哥哥抄袭了弗赖的舞步。弗赖非常生气，想着既然哥哥什么都要偷自己的，那就7倍速投倒立旋转，他总偷不来。哥哥认为弗赖在乱说，没有人能赚到4倍速以上。但当弗赖戴上了幸运草后，他的的确确是赚到了7倍速。伙伴们开始对弗赖刮目相看，哥哥却对弗赖大打出手。会议结束，弗赖准备回到以前的家，但由于到处都是废墟，他已经辨别不出家在哪个方向了。好在班德说他有办法。随后，弗赖和莉拉坐上了开往布鲁克林的班车，来到熟悉的老街区。弗赖回忆满满，突然一位变种人出现，他问弗赖：“你认不认识安迪·高曼？”弗赖回答：“认识，他就是我的邻居。”那正好，我是他的变异。The short answer is I'm teaching. 接着，3人终于来到弗赖从小长大的老屋。原来年幼的弗赖向爸妈告状后，为了幸运草不被哥哥找到，将它藏进放在了唱片保险箱的早餐俱乐部的原声碟里。如今放唱片保险箱的储蓄室已是废墟一片，可惜弗赖爸爸还用很多年把这里改成了防空洞。弗赖迫不及待来到保险箱前，但因为时间太久，保险箱已经打不开了。在班德的共振频率下，保险箱才得以打开，可幸运草还是不见了。弗赖断定是哥哥偷了它。莉拉说：“你怎么知道
到他没有被分解。不过既然这里的其他东西都在，那也不排除有人拿走他的可能性。就在弗莱郁闷为什么哥哥会这么恨自己的时候，一个雕塑出现在3人眼前。弗莱仔细一看，发现是哥哥，而且他的领子上还有幸运草，这让弗莱更加坚定哥哥是个小偷。莉拉却表示，那为什么碑铭上写着菲利普基弗莱？难道哥哥也偷了弗莱的名字？不仅如此，碑铭上还写他是第一个登上火星的人。这一切都让弗莱愈加恨哥哥，觉得他偷了自己的人生。现在又弄断了弗莱的手，弗莱认为不能就这样算了，他将雕塑搬回公司，然后当着大家的面斥责哥哥偷了自己飞向太空的梦想。虽然今天早上他还去了太空买了甜甜圈，而教授的互联网浏览器在听了弗莱的讲述后，为大伙找到一部关于菲利普基弗莱的电影。从中大家得知，菲利普基弗莱是一名宇航员、慈善家、企业家，是一个真正值得称颂的伟人。他打出石油发家致富，与冰岛超模放纵后，他又和自己的摇滚乐七叶获得了10大金曲。如今菲利普基弗莱和其标志幸运草一起埋葬在空间轨道草地国家公墓里。弗莱听后立马拉上班德和莉拉去盗墓。他不知道，其实在他消失后，家人们都很难过，哥哥也不例外。因此为了纪念弗莱，他决定在弗莱留下的杂物里选出一张唱片，在自己的婚礼上播放。谁知竟然无意翻到了弗莱的一张画，画上表明弗莱想要长大后去太空。于是哥哥将这张画收了起来，并在保险箱里拿出唱片早餐俱乐部时，发现了弗莱的幸运草。另一边，快递小队已经到达了空间轨道墓地。莉拉想不到弗莱哥哥被埋在了世界英雄区，弗莱却还是以为躺在这里的应该是自己才对。很快，3人找到菲利普基弗莱的墓，只见墓碑上写着最早的火星人。弗莱看后表示，一切都是谎言，他才不是最早的，他也不是火星人，他甚至都不是菲利普基弗莱。话毕，3人开始盗墓。就在弗莱干得起劲的时候，墓碑上的草不小心被他碰掉了一块，他弄掉草，再次看下墓碑，原来哥哥从来没有偷走弗莱的任何东西。菲利普基弗莱是哥哥的儿子，他之所以给儿子取这名，都是为了纪念弗莱，那个他每天都很想念的人。至于幸运草，则是哥哥送给儿子的礼物。墓碑上的字也说明，菲利普基弗莱继承了其叔叔的名字，以发扬他的精神。最后，弗莱把班德找到的幸运草再次放回了侄子的墓中。世间兜兜转转，寻寻觅觅，遇到过无数人，碰到过繁多事。蓦然回首，才会发现，总有一个人，他绝不会因为某一件事就讨厌你、离开你。家人更是如此。虽然在没来未来之前，弗莱总是和哥哥打打闹闹，哥哥也总是喜欢欺负弗莱，但是在哥哥眼里，弗莱一直都是他最爱的弟弟。为吃聚合饼干中间的那块夹心，弗莱生产了很多垃圾。班德的头部喷雾器也是对地球产生长期的破坏。这时，教授准备派快递小队去执行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任务。在此次任务中，他们将牵引一艘装满了哥伦比亚暗物质的超级游轮去冥王星。为了防止暗物质泄漏，游轮有6000层船壳。教授还说，当拖着游轮经过企鹅保护组织后，快递小队要在企鹅保护区上空3英里做低空飞行。莉拉不解，其实这只是为了躲避收费站。于是莉拉拒绝参加此次任务，因为教授不顾及环境。不仅如此，他还要加入企鹅保护组织。对此，教授命令他脱掉买了10年的夹克，然后把夹克给了班德，宣布班德成为新的船长。弗莱觉得这不公平，往他还在漫画上画，莉拉让他坐在自己的大腿上掌舵呢。班德就很开心，由于此次任务少了一个人，约翰将临时加入快递小队。另一边，莉拉已经来到企鹅保护组织，面对暗物质游轮，其组织创立者表示采用非暴力措施，莉拉却认为直接朝拉游轮人的屁股上踹2脚更加有效。创始者说不行，屁股上有活着的生命。与此同时，班德已经用飞船勾住游轮，他还给大副弗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混混。弗莱本想拒绝，可船长手册上写，第一领导原则必须要服从指挥链，因此他只能被迫接受。接着，班德又要求他跟自己共进晚餐，而创立者的非暴力措施和平之圈则丝毫没有起到作用。原因是太空船能在3维方向移动，所以企鹅保护组织来到了冥王星，创立者决定在这里把游轮拦下。在这之前，他先带莉拉看了看企鹅保护区，只见饲养手用手套玩偶来模拟自然环境饲养企鹅幼崽。飞船上，班德还沉浸在船长的喜悦中。弗莱很想用袜子堵住他的嘴，此时在他眼里，班德的嘴蠢的就和屁股一样。他打掉了班德的东西，班德也气得打掉了弗莱的晚餐。弗莱看后表示，看来对于你来说，当船长比做我的朋友更重要。说完愤怒离开，留下独自伤心的班德，让一旁的约翰大饱口福。后来由于班德滴酒不沾，他的精神已经不太正常了，从而导致飞船飞得太低，6000层船壳的游轮被冰山刮破。很快泄漏的暗物质就覆盖了冥王星上的整个企鹅栖息地，就连企鹅保护组织也在劫难逃。对此莉拉非常难过，真正做到了油腔滑调。至于班德，经过检测，在事故发生时他的酒精浓度只有0.08%，远远低于
于机器人的法定酒精浓度。好在律师蓝公鸡为他争取到5个小时社区服务的处理办法，也就是为企鹅清理暗物质。做同样工作的还有企鹅保护组织，只不过一个认真，一个不认真。班德实在受不了这种酷刑，趁着2个警察拥抱，他拿出燕尾服穿上，把自己伪装成企鹅，来到了企鹅群中。警察看班德不见了，果真以为班德跑了。傍晚时分，莉拉发现班德消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正在室内打游戏的弗莱和约翰。虽然弗莱曾和班德意见不合，可他们还是朋友，因此弗莱立刻穿上夹克，打算开着飞船去寻找班德。尽管班德离他只有20码远，约翰也跟着他一起离开。晚上，睡梦中的班德被企鹅带到了水中，鲨鱼撕咬他，见班德不能吃，把他扔到了岸上。但这一扔竟然让班德关机重启，又因为在重启过程中，班德第一眼看到的是企鹅，因而程序将他设定为企鹅模式。从此，班德就和企鹅一起生活，并找了一个企鹅女朋友，学着企鹅玩耍、孵蛋、捕食以及喂小企鹅。他似乎已经完全融入了企鹅的生活，殊不知原来暗物质就是大自然的催生剂。以前企鹅保护区各种企鹅每年只生1个蛋，现在企鹅每15分钟就生6个蛋，而且企鹅蛋12个小时内就孵化了。就连雄性企鹅也开始生蛋。一名男同志听后立刻吓得昏倒在地。照这个繁殖速度，顷刻间企鹅将变得不计其数，用不了多久就会因为耗尽食物而饿死。所以为了阻止企鹅繁殖，企鹅保护组织创立者宣布企鹅捕猎季正式开始。说完，组织内的每个人都拿上了枪，除了莉拉。他认为不能射杀企鹅，问创立者还有其他办法吗？创立者回答没有，痛快开上一枪，要比企鹅挣扎几个星期才饿死要强。可莉拉依然无法接受残忍的捕猎行动。要知道，他参加企鹅保护组织是为了保护企鹅，而不是猎杀它们。尽管现在这2件事的性质是一样的，最后看着数以万计的企鹅，莉拉还是加入了捕猎行动，然后秉着要杀就杀全家，别留下孤儿的宗旨，解决了一个企鹅。却没有想到，解决的这个企鹅正是企鹅群中的班德。班德再次关机重启，好在这次他的设定模式终于变回了人类，但班德依旧存有之前企鹅的记忆，还会说企鹅话。当看见人类射杀企鹅，他带着企鹅们离开。莉拉则对以杀生为快乐的创立者说，虽然我不知道射杀企鹅会不会对环境有好处，可我知道这决定权不该在你手里。谁知道对方听后不仅不悔改，还准备做企鹅天妇罗。既然如此，班德便带领着企鹅们先将它做成了晚餐。此外，班德还告诉企鹅们，如果不是黑白色，就啄、抓、咬。于是待班德脱掉燕尾服后，为了躲避企鹅们，班德带着莉拉来到一块浮冰上，可他忘了企鹅会游泳。紧急时刻，弗莱开着飞船出现，一部分企鹅也被鲨鱼吃掉。2人终于回到飞船，虽然莉拉没能帮到那些企鹅，但他相信大自然会自己解决问题，他不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比人类还要糟。班德也相信，在他的光辉指导下，企鹅们会好起来。随着12星球爆炸，再生大脑将在1天之内抵达地球，地球上的人却毫不知情。他们还在办冠军宠物秀，莉拉带着尼卜勒也参与其中。在牧羊比赛中，宠物们的任务是把羊全部赶进羊群。很快，牧羊犬便完成了任务，催眠蛤蟆也把评委催眠，但尼卜勒却反其道而行，他吃掉了所有羊。这时，班德带着宠物约翰上场，因为他们听说只要获得比赛冠军，就能获得500美元和1年份的狗粮，这正合2人的意，于是他们果断参加。此外，宠物秀上还有很多稀奇宠物，比如隐形的猎犬。后来由于尼卜勒把气球猪当作食物掉入到给猫咪吃的食物当中，现场一片混乱。最后比赛结束，3等奖得主是人类宠物和它的主人猫咪，2等奖得主则是班德和他的宠物约翰。至于莉拉和尼卜勒，他们获得特殊奖，也就是最愚蠢奖。而1等奖得主当然是催眠蛤蟆。回到公司，莉拉觉得也许尼卜勒真的很笨。就在弗莱安慰他，表示自己也很笨的时候，教授对大伙说，原计划他们得给12星球送快递，但因为它已经被摧毁了，所以他们不必再跑一趟。重要的是，买家还提前付款了。赫米斯却认为这很蹊跷，原因是从地图上来看，下一个被摧毁的星球将是地球。刚说完，尼卜勒便从莉拉怀里挣脱，然后从窗户上跳了出去。莉拉拿着火腿寻找，结果被已经抵达地球的再生大脑盯上。危急时刻，他又看着尼卜勒准备坐飞船离开。如此骇人惊闻的一幕，让莉拉以为他多年奉行享乐主义遭报应了。不过好在尼卜勒还有点良心，没有弃莉拉于不顾，可其他人就惨了。第2天，在再生大脑的攻击下，新纽约城的每一个人都变得非常愚蠢，就连一向聪明的教授都不例外，除了弗莱。另一边，莉拉惊讶尼卜勒原来并不笨，他还能把自己的思维直接传达到莉拉的大脑，这样莉拉就能听懂他说话了。他告诉莉拉，再生大脑正在让地球所有人都变得愚蠢，现在他又返回到故乡，好想出对付再生大脑的方法。自从有了宇宙，他就在那里住了，他甚至还知道宇宙是怎么样产生的。
此时弗莱打开电视，发现新闻主持人也变得愚蠢。当大家再次出现奇怪的举动时，他终于明白，所有人都变成了傻瓜。不朽星及尼卜勒的故乡，莉拉跟随他来到了永久会堂。其族人对莉拉说，想当年创世大爆炸锻造了宇宙，那时尼卜勒星人就已经17岁。可好景不长，他们的敌人出现，即再生大脑。从那至今，尼卜勒人就浴血奋战，与之对抗。而再生大脑之所以攻击地球，是因为他们憎恨一切意识。换句话来说，让再生大脑忍受其他种族的思想，就如同让电影投资方强颜欢笑一样。所以再生大脑逐个毁灭行星，为的就是消灭这个世界的所有思想。又由于尼卜勒人对他们毫无办法，恰好弗莱的脑电波能够对抗再生大脑的进攻免疫，他们便决定让弗莱去拯救宇宙。对此弗莱毫不知情，可一个连喇叭都会拿反的人，真的会是拯救宇宙的英雄吗？这让人不免怀疑。尼卜勒人却表示，再生大脑依靠攻击德尔塔脑波抑制智能，地球上的每一个动物、机器人，以至于一些植物都会发出这样的脑波，但弗莱没有。原因是他的想法都是由无规则的混乱脑波拼凑而成的。再生大脑的主脑巨大且邪恶，它的中心是黏腻的纯净仇恨，只有弗莱才能凭借自己高级又劣质的头脑接近它。因而莉拉的任务是告诉弗莱事情真相，让他令主脑丧失能力，其余的就交给尼卜勒星人，以防莉拉回到地球被再生大脑攻击变笨而忘了干啥。尼卜勒人把任务写在纸条上，并把纸条别在他的衣服上，可弗莱这个蠢材还是把任务纸条当成纸巾砍了鼻涕，然后扔进了火炉。好在莉拉还保有最后一丝清醒，她告诉弗莱是大脑让人们变笨。弗莱不信，直到看到再生大脑。当知道自己要和再生大脑的主脑战斗，弗莱带着莉拉来到了图书馆的古代文学室，他觉得主脑就是一大书呆子。事实的确如此，主脑果然在这里。他还嘲笑人们仅为了方便就把知识分类，却没有想到自己的麻木立场对弗莱没有用。不仅如此，只要弗莱思考，主脑便会难受。利用这一点，弗莱找了一本名叫《虚荣的篝火》看了起来。随着他的思考，所有再生大脑的能量减弱，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这个房间里，每本书都是一道通往精神世界的大门。主脑把弗莱和莉拉的意识送到白金中，打算永远囚禁他们。而白金也就是第6季第21集中所发生的故事，具体内容就不在这里过多阐述，没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去翻看草妮妮之前的视频。之后，主脑又依次将弗莱和莉拉送到《汤姆伊索历险记》和《傲慢与偏见》中。幸而弗莱不怎么受他控制，他挣脱束缚，本打算用吊灯消灭主脑，可结果主脑没被消灭，反倒把自己置于危险之境。就在莉拉抱头痛哭时，一切消失，弗莱的声音响起。原来真正的弗莱完好无损，是主脑囚禁在了他写的书中。最后根据弗莱的书结局，主脑主动离开，其他再生大脑失去能量，被尼卜勒星人吃掉，所有人逐渐恢复智力，生活似乎趋于平静。因为再生大脑的副作用，每个人都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只有弗莱记得，但没有人会去相信他。尼卜勒也重新回到莉拉身边，表面上是继续当一只宠物，实则是保持警惕，以防地球再次受到攻击。所以不要小看每一个不那么聪明的人，或许他只是没有发挥到自己作用的时间。对于世界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永远不要低估自己，小看自己。早上，快递小队正在看电视，突然门铃响了。莉拉拉开门一看，只见一个婴儿篮里装着一张孤儿院寄来的卡片，卡片上说孤儿院想邀请莉拉参加孤儿们的聚会。莉拉本想拒绝，因为当年和她一起长大的孤儿们总是欺负她，他们总嘲笑莉拉的独眼，就连瞎子也是如此。但最后她还是去了，并带上弗莱和班德两个跟着沾光的家伙。很快三人来到孤儿院，这里还是和以前一样，到处透露出贫穷的气息。盛装打扮的莉拉和院长打过招呼后来到聚会，在聚会上她发现和自己同时期的孤儿们的合照，照片中莉拉被遗弃在角落，可尽管所有人都欺负她，她也有暗恋对象，那个人就是相貌平平的阿金。转眼时过境迁，大部分孤儿离开孤儿院后过得并不好。对此莉拉向众人炫耀自己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太空船船长，但大家却不羡慕她，反而依旧嘲笑她。就在莉拉生气反驳时，阿金过来替她解围，莉拉非常感谢。而此时的阿金也不再嘲笑莉拉的独眼，还夸她的工作很棒，这让莉拉不免好奇她的工作是什么。阿金回答医生。莉拉听后一脸崇拜。另一边，班德和弗莱准备吃垮孤儿院，院长问弗莱要不要收养一个孤儿，这可是不用增产就能报国的好办法，而且政府还会给每周100元的补助。$100 a week。为了弥补当年嘲笑莉拉的过错，阿金打算给莉拉做个眼外科手术，并给她做一只假眼，并移植好。虽然假眼无法用来看东西，但它能让莉拉看起来像正常人。与此同时，班德已经收养了12个孤儿们。回到公司，大伙听了莉拉的眼外科手术后，纷纷表示这主意不错。只有弗莱不赞同，他认为莉拉现在就挺好，根本不需要动手术，还叫他不要理会别人的想法。可莉拉还是决定动手术。素美医院手术很快完成，阿金为莉拉拆开纱布。
弄错了，再来一遍。众人再次惊呼，除了弗赖，每个人都称赞莉拉的眼睛十分好看，这让莉拉非常开心。出院后，她立马扔掉单片眼镜，然后来到商店买了一大堆正常眼镜，还学着艾米的样子画眼影。曾经的瞎子孤儿也不再嘲笑她，莉拉从没有感到过如此的寻常普通。这时，班德带着收养的12个孤儿们走了进来，他给他们取名为小班德，并拿出获得的第一张政府补贴支票，他代表了1200元钞票。说着，小班德就表示自己饿了。看着他们委屈的模样，班德决定去给小班德弄点吃的。晚上，莉拉和弗赖正在清洗飞船，忽然阿金出现，他是顺路过来给莉拉的眼睛做检查，再顺便邀请莉拉星期天和自己约会。莉拉果断同意，弗赖气得叉腰。待阿金走后，他对莉拉说：“真是不公平，明明你独眼的时候我就喜欢你，那个阿金只是对双眼的你感兴趣。”莉拉不以为然，认为弗赖就是嫉妒。持枪歹毒节欢度总部，班德带着小班德们来到了这里，他以为这下孩子们总不会缠着自己，结果事与愿违，孩子们不仅更喜欢他，还在他泡妞的时候一拥而上，对他大声表白。几天后，莉拉如愿坐上阿金的车，和他来到市立植物园。经过1天的相处，两人的心又近了一步。如今，阿金已经成为了莉拉的男朋友。可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小伙伴时，弗赖却表示，莉拉变普通有什么好的？我们都不普通，这才是每个人伟大的所在。比如约翰，一个吃垃圾灰尘的怪物；教授，一个年老不得的疯子；赫米斯，一个牙买加塔法里教会计；再比如艾米，一个火星来的蠢货。所以说了这么多，弗赖想知道，莉拉是希望和大家一样怪异，还是和阿金一样普通？莉拉不想回答如此愚蠢的问题。对话结束，班德拿着宝宝椅匆匆路过，原来他正在教小班德们餐桌礼仪。等用餐结束后，他又教小班德们如何成功吃白饭。阿金看见这一幕，立即想到自己和莉拉的孩子。机器人公寓，小班德们在这里尽情撒野，弗赖被当成巨型玩具。到了讲故事的时间，班德就向他们讲自己的犯罪记录。故事结束，小班德们睡觉，班德则和弗赖来到外面，开始算带这些孩子能挣多少钱。最后发现，尽管一个孩子能挣100块，但一个孩子也要花掉110块。对此，班德打算送走小班德们。正好莉拉和阿金准备收养一个孤儿，他们来到机器人公寓，看见班德打算把小班德们卖给一家餐厅，而班德知道两人此行的目的后，立刻交出所有孤儿。此等情景，莉拉再清楚不过。当初她也像这样被管理员赶了出来，让未来父母像挑一块肉一样打量着自己。更重要的是，在这一群孤儿中，有一个小女孩也像她一样怪异，她有3只耳朵，这让莉拉无法抉择。然而不等她考虑，警察便闯了进来，班德和弗赖被逮捕，理由是虐待儿童、危害儿童、剥夺儿童食物以及把儿童当食物出售。小班德们也被带到了证物库。看着3只耳朵的小女孩被其他孩子欺负，莉拉做出决定，打算收养她。可阿金更愿意收养普通的孩子，如果莉拉执意要收养她，他会给小女孩做个手术，让她变得可以让人接受。莉拉却表示她不需要手术，这样就很好。此时莉拉终于明白，她应该为曾经那个不普通的自己感到自豪。为此，她威胁阿金把自己的独眼安了回来。最后，12个小班德和1200元支票被班德当做礼物送给了孤儿院，从此孤儿院改名为班德孤儿院。同样的，莉拉也意识到弗赖才是自己真正的朋友。临别之际，虽然知道机器人没有感情，可小班德们还是为班德画了一幅画，希望他能在想起自己的时候看看他。纵然班德表面不在乎，但其实今天大伙来到艾米的故乡，也就是宇宙中最有势力的行星火星。在王室农场，莉拉感谢艾米父母邀请大家参加火星烧烤节，二老表示没事儿，让众人把这当做自己家一样。约翰说没问题，你们还有昂贵的香槟吗？这瓶只够装半个浴缸。接着，二老又带大家参观了农场，已知王室农场有179亿英亩。简单来说，整个西半球都是他们的，而他们的主要产品是甲虫牛。甲虫牛全身都是宝，不仅能用来取肉、产奶，就连身上的壳也可以用来做滑艇。在所有的甲虫牛中，艾米最喜欢贝奇，因为他把他从小养大，贝奇在他眼里就如同一只可爱的宠物。但父母却打算在艾米的婚礼上把贝奇煮了吃掉，如果她还能嫁出去的话。对此，艾米男友基夫毫不知情，他还在为今晚见艾米父母而紧张。扎夫表示这很正常，毕竟基夫太温顺和无趣了。很快，烧烤节准时开始，人们尽情 happy。弗赖好奇烧烤节是为了纪念谁，二老回答我们数百年前的祖先，当初就是他用1颗豆子从笨蛋火星原住民手里买下了整个火星的土地。另一边，艾米和基夫亲热，基夫却叫他不要在父母的地盘上这样做。正说着，一位牛仔男走了过来，他是艾米的好友，看见基夫，牛仔男就像对待其他男同胞那样递给基夫1根烟，结果基夫不会抽烟。一旁，艾米
父亲呵斥约翰，因为他仅在这里待了5个小时，就把躺椅戳烂，在价值连城的油画上画胡子，还把池塘里塞满了小虾。既然如此，约翰只好告诉他，我还给你的鱼子酱施了肥。后来，尽管基夫紧张的没法放松自己的伪装器官，可他还是鼓起了勇气来到艾米父母面前。但父母并不喜欢基夫，因为他太瘦了，这么瘦怎么能养孙子呢？艾米解释，基夫不是瘦，他只是骨架小。事实上，基夫也没有骨架，他只是一个气囊撑着的大粘虫。父母认为艾米应该和真正的男人约会，比如牛仔男，所以为了证明自己有男子气概，基夫抽起了烟。伤心欲绝的基夫离开了聚会，他觉得艾米父母一定认为自己没有男子气概，永远也不会让他娶艾米，甚至于艾米也似乎更喜欢和牛仔男一起玩。突然，沙尘暴来袭，所有人通通进屋，不过甲虫牛却都被沙尘暴卷走了。艾米父母非常伤心，这可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呀！关键时刻，基夫挺身而出，他答应二老会把所有甲虫牛都找回来。为此，他制定了一个计划，即先用剩下的甲虫牛组成一支坚不可摧的牛群，然后当偷牛贼进攻的时候，他就和快递小队抓住他们。为再次证明自己是个男人，基夫还向艾米父母保证，就算是挂掉也会把甲虫牛找回来。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所剩的甲虫牛中，贝奇是唯一一只，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最后，基夫和快递小队还是冒险出发了。一会儿，夜幕降临，一行人在奥林匹斯山山顶扎营，这样偷牛贼才有可能会发现他们。接着，几人轮流开始讲鬼故事。讲着讲着，艾米突然出现，把众人吓个半死。他说忘记给基夫一样东西。基夫问什么东西？真是撒了一把好狗粮。基夫也不再像之前那般懦弱，如今的他充满男子气概，并且开始自我膨胀，就连看见甲虫牛全部都在火山口里。他也认为那些偷牛贼肯定是看见自己瞎跑了。Oh, Kiv, you're so brave. They'll hear us. 可到了第二天，当基夫利用炸药把所有甲虫牛从火山口炸出来的时候，沙尘暴又出现了，所有人和甲虫牛都被卷走。在暴风的风眼，大伙看见了骑着甲虫牛的火星原住民。原住民说，只有本土火星人才能让甲虫牛飞，只有他们才配拥有甲虫牛。原来火星原住民的目的是想让艾米家破产。当得知艾米就是自己要找的人后，他们果断舍弃甲虫牛，带走了艾米。基夫悲痛欲绝，却也只能先把牛群带回去。艾米父母知道女儿被绑架后，立刻叫来了萨普，希望他能把艾米救回来。至于基夫，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他。而由于火星原住民没有土地，他们住在火星地下保留地，因此萨普和基夫以及快递小队准备前往此处，却没有想到贝奇也跟了过来。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喜欢基夫，这大概是受了艾米的影响吧。没过多久，几人来到了火星原住民的保留地。萨普向酋长谈判，希望他放了艾米。酋长表示没问题，可前提是艾米父母必须归还火星土地。萨普不同意，酋长便下令用沙尘暴席卷了整个王室农场，然后用它来伤害艾米。幸好基夫骑着贝奇来了一出英雄救美，艾米才免受伤害。此外，因为基夫能使甲虫牛飞，这让酋长觉得他尊敬火星，要和他吸和睦烟斗。基夫本想拒绝，但不吸就会被酋长处死，所以他只能被迫吸了烟斗。可因为基夫还不怎么会抽烟，酋长一个轻轻拍背就让他把烟咳了出来。最终，基夫还是将被处以死刑。原住民打算用当初艾米祖先跟他们换土地的豆子来处决基夫。莉拉看后忍不住告诉原住民，那是一颗超大的钻石啊，它价值连城。艾米也对原住民说，如果你们要还土地，那就拿钻石换回来吧。一直以来，原住民都以为祖先因为没有所有权的概念被人欺骗，现在他们终于明白，祖先并没有被骗，一切都是误会。继而放了基夫，拉着钻石离开了火星，决定去买一个新的星球。回家后，无论艾米怎么样向父母夸基夫有男子气概，父母依然觉得基夫懦弱，扎普英勇。但不管父母如何看，至少在艾米眼里，基夫就是自己的英雄。快递小队在这买啤酒，莉拉说，为什么我们不自己酿啤酒呢？以前在孤儿院，我每天都酿酒。另一边，赫米斯的儿子小黑和教授的儿子小胖正在挨训，因为他们在学校的科学课堂上欺负了一个粘液怪的儿子，致使校长决定要开除他们。虽然是粘液怪儿子先扔掉他们的午餐，与此同时，快递小队已经来到厨房准备酿啤酒。弗赖和莉拉分别把水和啤酒花以及麦芽放进班德的身体里混合，然后班德再坐在灶台上将其煮沸。谁知刚煮着，赫米斯和教授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出现。原来他们想让快递小队给这两个小鬼做几个月的法定监护人。可在小胖看来，快递小队就是穿弹力裤、没穿裤和白痴。看他们还在酿啤酒，小黑更是表示酒精会使人变笨。莉拉说，非也，这只是对未满21岁的小朋友来说，一旦过了21岁，酒精会
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说完，把两个小鬼赶了出去。小鬼们又只好来折腾教授。教授正在捣鼓自己的新发明，一个把别人声音变成他声音的装置。小黑问：这装置有多大的可销售性？目标消费者是哪些人？教授回答：没有目标消费者，只有目标。如果你们不走，那将会是第一个目标。就这样，小鬼们又来到赫米斯的办公室，并把这里也搞得一团糟。这时，班德体内的啤酒材料已经煮好了，莉拉往里面加发酵粉。班德见此，认为身体里会产生一个类似生命的东西，他觉得这感觉简直太美妙了。突然，教授打来电话，通知快递小队去执行一个紧急任务，把披萨饼送到宇宙边缘的狗巴星球。快递小队信以为真，可实际上这是两个小鬼用教授的变身装置来整蛊他们的。1周后，快递小队终于发现自己被整，他们从宇宙中回来，莉拉大发雷霆。弗赖说根本没有狗巴星球，枸杞星球就已经是宇宙的边缘。但小鬼们仍然不知悔改，还告诉教授快递小队在用公司的财产酿自己的酒。教授当然不相信文雅的班德会犯罪，所以他和赫米斯决定让两个小鬼自己去找份工作。小鬼们照做，还邀请父亲们参加自己公司的开幕式。没错，他们也开了一家快递公司，名字就叫贼拉好快递。却没有想到刚开业，公司就被父亲给踢坏了。可就算如此，也有一个客户已经跟他们签约，他就是超新星日报。教授和赫米斯不以为然，认为两个人不过是在玩过家家。小黑不懂为什么大人老是觉得小孩都没有能力，所以为了给他们一点颜色，两个小鬼用2毛5分钱买了制作玩具笨笨车的材料。班德体内的啤酒越来越膨胀，他已经给他们取好名字，如果是淡色啤酒就叫班德色，如果是熟啤酒就叫班德红。此时小鬼们已经制作好笨笨车，恰好报纸也送来了，于是他们立即开始工作。教授和赫米斯挥挥手告别，来到枫叶环形山。小黑向小王子扔出第一份报纸，虽然工作的过程有点辛苦，但很快两人就成为本周的最佳送报男孩。比起星际快递公司的生意不好，他们还有超过100万的客户和一大车的钞票。不过父亲们依然没有表扬两个小鬼，使得小鬼们愈加不服气。而看儿子在和自己争饭碗并取得成功，教授和赫米斯感到很羞耻，因此他们要求快递小队为公司创造800%的利润。结果由于贼拉快公司出的薪水比较高，快递小队已经被两个小鬼拉拢，现在他们是送报员。不仅如此，小鬼们还要接管星际快递公司。3年前，教授为了逃税，已经宣布自己去世了。从法律上讲，小胖有权继承他的公司和飞船，也就是说，星际快递将是贼拉好快递，飞船也焕然一新，喷上了贼拉好的标志，就连100万份报纸也折好装订。可怜的教授和赫米斯只好离开公司，真是风水轮流转。班德体内的啤酒总算发酵成功，他将它们排了出来。接生人弗赖告诉他是淡色啤酒，大约共有22.7升。可还没来得及高兴，两个小鬼却命令快递小队在1个小时内送完100万份报纸。因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催报纸的电话络绎不绝。而赫米斯和教授其实并不是不想表扬小鬼们，也不是嫉妒小鬼们，他们只是没有想到孩子们这么快就要长大，害怕孩子们再也不需要爸爸。事实上，孩子们怎么可能会不需要爸爸呢？由于没法按时送完所有报纸，两个小鬼把剩下的报纸扔进月球的一个陨石坑里，从而导致没拿到报纸的人对他们大喊大叫。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向爸爸哭诉。一直以来，他们做的所有都是想让父亲为自己骄傲。如今，父亲的确为他们骄傲，并打算和他们一起摆脱困境。后来，有了教授和赫米斯的帮助，100万份报纸很快被送完。除了那份被送往年夜怪家中的报纸，这令两个小鬼十分惊恐，因为他们上周打烂了他家的玻璃。赫米斯说：“没关系，我们只需要向他道歉就可以了。”接着，带着小鬼们来到了年夜怪家，但即使小黑和小胖乖乖道歉，年夜怪也不打算接受他们的道歉。赫米斯和教授想为孩子讨回公道，却反而被年夜怪打得住进医院。最后，年夜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带着孩子们前来道歉。教授和赫米斯接受他的道歉，正好这时班德送来自己的啤酒，几个大男人愉快畅饮。因为新纽约凿洞工程，弗赖意外发现了一包20世纪的薯片，班德赶紧尝了一口。除此之外，还有一辆1962年的面包车。施工大叔说，只要弗赖把里面的尸体拽出来，这辆车就归他了。因此，就算是要费9牛2虎之力，他也要把车带回公司。众人却对这个铁包肉十分不解。艾米问他的里程表最高只到80，意思是时速是能超过8000公里吗？当然不是，但它有很大的空间和一个8轨播放器。那减速装置呢？后来由于石油早就在2038年耗尽，现在都用代用燃料。莉拉命令班德把精油放在开罐器上，班德拒绝，因为上次那块吸铁石不仅差点把他脑袋切掉，还削弱了他的自控元件，导致公司一整天都被乡村歌曲包围。但为了不做胆小鬼，在大家的鼓励下，班德还是抱着精油走向了开罐器。结果众人立刻把他送到机器人医院。经过诊断，医生表示班德的液压装置坏掉，他再也不能动了。教授听后当即决定将他扔掉。弗赖阻止，再怎么说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时用欢笑治愈病人的小丑鸡来了，他希望通过讲笑话班德能够开心，可没想到事与愿违，班德依旧沉浸在悲伤中。大伙陆续离开，一段特别的音乐传了过来，原来是著名作曲家贝克，他告诉班德不要太伤心，过去我也很想念自己的身体，但自从有了它，我便不再郁闷。这么说我们还真有不少共同点，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词作家，就像你一样，如今这个梦想再也实现不了了。那可不一定，说不定你能成为最好的音乐家。接着贝克就让医生把自己的机械手给了班德，让他用来刮胸部，这样即使班德不能动也能制造音乐。不仅如此，贝克还让他做自己的搓衣板手，一起去开演唱会，而小伙伴也成了班德的追星族，开着面包车跟他来到钉子户镇。洗衣房因为约翰的可屌色，每个人的衣服都被染成了玫红色，不过这也不要紧，重要的是他们得赶紧去证明音乐厅。演唱会已经开始了，看着台上风光无限的班德，艾米忍不住来碗果子冻，谁知钱都被洗烂了。老板对4人下逐客令，一会儿演唱会结束，班德和报废机器人打招呼，见到偶像他们非常开心，并感谢他让人们看到残疾机器人仍然有用，尽管下一秒就被融化做成了纸巾。对此班德十分愤怒，贝克表示如果我心烦就会立刻写歌，这倒是个好主意。班德立刻开始创作之旅，贝克则决定唤起世界对残疾机器人的爱心。很多明星不是都想表现得像一个慈善家吗？他正好可以把他们都聚集在旧金山，然后开一个大型慈善演唱会。至于名字，就以班德的名义，叫湾之爱吧。说干就干，一行人很快来到内达华州，班德在台上体面表演，小伙伴在台下自力更生。最后他们终于来到达旧金山，不过面包车的颜色实在让4人睡不着，因此他们来到酒店，恳请班德收留自己。班德虽然同意，可前提是不能碰小冰箱。弗赖才不在乎什么小冰箱，他只在乎电视机。电视机里关于湾之爱的新闻铺天盖地，看见班德出名，小伙伴由衷的替他感到开心，班德却只关心残疾机器人，没人比他更懂得自己坏掉的感受。其实残疾并不可怕，就像他突然变好了一样，奇迹随时可能会发生。但班德一点也不高兴，甚至觉得自己的音乐事业要完蛋了。原因是残疾机器人之所以把他当作英雄，是因为班德是他们中的一员，所以为了防止暴露，他打算继续装残疾。第二天，在秋名山车神弗赖的驾驶下，约翰呕吐不止，艾米满脸嫌弃，却没有想到呕吐物竟然是漂亮的蓝珍珠，真是人生处处是惊喜。利用这些珠串，4人成功在演唱会现场赚到面包钱。此时班德也和贝克隆重登场，他们从白天唱到了黑夜。在结束之前，为启动班德的残疾机器人基金，乡村歌手给了他一张14000美元的支票。班德激动万分，送给大家一首《我的残疾朋友》，把残疾机器人感动的不行。可由于太嗨，一时没控制住自己，他的谎言也被识破。残疾机器人们大失所望，纷纷冲上台揍他。班德只好拿上支票，开车带小伙伴们逃跑。贝克穷追不舍，在这场面包车与悬拉车的较量中，面包车惨败，所幸大伙都没有受到伤害，只是班德被悬拉车撞，他欲哭无泪。明明自己只想和贝克做音乐，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任何人，怎么就这么倒霉呢？好在没了支票，他还有一群朋友。班德拿起我爱人类的磁铁贴在头上，而后唱着欢快的乡村歌曲奔向了小伙伴。中央公园湖区，众人正在这里游玩散心，突然一架飞船降临，只见一支篮球队伍从里面走出来。其队长伊森说，他们是黑人星队，长久以来他们的星球和地球和平共处，但如今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要向人类宣战。因此为了捍卫地球的荣誉，教授主动上前应战，结果却引来一阵嘲笑。既然如此，他只好拿出自己的原子变异超人队。别看他们其实还很小，事实上他们是原子超级男孩，只是缺少一种叫做时光子的时间粒子。这种粒子在风暴星云，快递小队即刻出发，来到目的地，莉拉和班德都在很认真的收集粒子，只有弗赖心不在焉，在他眼里逗莉拉开心才是大事儿。可莉拉并不想理他，这让弗赖十分郁闷。他搞不懂莉拉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爱视而不见。事实上，莉拉只想让他先关心一下班德。回到公司，待教授给超级男孩吃了粒子后，男孩们立马变成了一支原子变异超人队。于是篮球比赛终于能够开始了。赛场上，黑人星队依旧嘲笑人类，利用一些下流手段获得进球机会。不过好在超人队非常厉害。一会儿中场休息时间到，上半场以超人队48-42领先。主持人问伊森对于落后的比分有何感想，伊森回答：没问题，我们一直打算在上半场落后，这样在最后就能增加对地球的侮辱。说完，比赛继续，但却出了一点小状况。教授赶紧叫停比赛。原来大家都在时间里做随机跳跃，究其原因，可能和教授用粒子加速超人成长有关，这使得时间和空间在接口处被扯开，使得超人队无故损失一人。对此，弗莱推荐自己作为替补上场，以好在莉拉面前大显身手。
因为时间还剩下2分钟，而超人队领先35分。他认为无论如何，地球也不可能会输。话还没说完，时间又出现随机跳跃，最终黑人星队以244比86的成绩大获全胜。莉拉呵斥弗莱又把事情搞砸了。后来由于时间崩溃极其严重，他可能会毁了所有的现实矩阵。恰好伊森是高中物理老师，所以他决定帮助教授一起调查这件事儿。眼看时间本身的稳定性已经被破坏，照这样的速度，星期2会变成星期4，星期3会变成8月份，星期4会变成世界末日。更神奇的是，在时间跳跃的时候，人们依然表现如常，只是在事后不记得了。在之后的时间里，伊森和教授寻找解决方法，班德鉴于崇拜伊森，也跟随2人的脚步。时间跳跃的越来越快，不知不觉，艾米和约翰已经过了生日。弗莱继续讨莉拉欢心，为此他专门在衣柜里搞了一个防时间流逝的避难所，因为当他们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时间就会静止。其实莉拉知道弗莱很好，她喜欢他孩子气的魅力，不过也讨厌他的幼稚。这时通过文远镜，教授找到时间星云。原来在快递小队摘取时光子的时候，星云就变得不稳定，由此导致了全宇宙的时间跳跃。换句话来说，如果篮球是时间粒子，那么他撞击班德，让班德产生的坑就是时间跳跃。不仅如此，伊森还打算把星云移到宇宙空旷的一边，这也许能解决时间跳跃的问题。可移动星云需要一个超级重力泵，超级重力泵又要用到地球上的所有基金来造。好在由于时间跳跃，这一切都很快被解决，就连重力泵装船也被快速完成。最后重力泵刚好围住整个星云。莉拉以为时间已经停止跳跃了，就没回地球做测试。班德为了庆祝这次行动成功，拿出了自制的黑人星队队服给伊森看。弗莱则拿出香槟为莉拉庆祝，顺便再向他表明自己的心意。结果莉拉还是被拒绝，趁着他去教班德做纸杯蛋糕。伊森告诉弗莱，如果想让莉拉喜欢自己，就要用惊喜赢得莉拉的心。因此弗莱坐上驾驶位，开始操控重力泵，然后借此让莉拉爱上自己，并跟自己结婚。但莉拉完全不记得此事，原来时间跳跃根本没有停止，这让莉拉觉得弗莱一定在香槟里下了药。弗莱否认，却依然不能制止莉拉离婚的决定，他伤心欲绝。班德没能加入黑人星队也很难过。更令人头疼的是，弗莱想不出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获得莉拉的芳心。时间跳跃也比之前更严重，时间正在以每次数10年的时间跳跃。教授想要不把整片星云炸掉，可如果星云爆炸，那威力足以毁掉半个宇宙。不过可以让球员们调整一下爆炸威力，从而制造一个内爆破。内爆破会形成一个黑洞，能够防止更多的时光子溢出。伊森却说，引发那样规模的内爆破需要一个末日机器，这个嘛，山人自有妙计。刚好教授有一个末日机器，伊森看后立刻高兴宣布，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黑人星队的荣誉队员。接着伊森带着队员离开，班德队没能加入他的队伍，难过的流泪。伤心的他拿着末日机器去炸星云。弗莱为婚礼的事向莉拉道歉，莉拉接受他的道歉，表示2个人永远都是朋友。待班德安装好末日机器，莉拉本想把飞船开到安全的地方，可看弗莱如此难过，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自己则去引爆末日机器，因此让弗莱发现莉拉爱上自己的原因。而莉拉直到星云毁灭都没有能看到这一幕，看见弗莱给自己的惊喜。或许有时候爱情就是这般无奈吧，明明为所爱之人做了那么多，可他就是看不见，可能是真没看见，也可能是选择性没看见。尽管错过这一幕，可无论以后弗莱再做什么，都无法让莉拉再爱上自己。但这就是爱情，不是吗？这一天大家在看恐怖电影，看着看着，弗莱就跑进来说自己看见一个散发着彩虹般7色光的大浮球。艾米表示那是折扣鞋店的彩色道具服，专门用来吸引客户。但弗莱依然觉得浮球美呆了，他斥责众人整天无所事事，好像在那沉闷的20世纪，并叫所有人一起去实现他曾有过的全部梦想。莉拉赞同。就这样，一行人来到了萨氏拆房公司，这是弗莱的第一个梦想。一直以来，他都想毁灭一个星球，即使他们跟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众人却认为这很乏味，继而转向弗莱的第2个梦想，也就是去看宇宙的边缘。这让约翰想到，尽管自己能够实现这些梦想，可如果弗莱不提的话，自己根本没有想过去玩。其实在现实中，大多数人也跟他一样，在宇宙边缘，弗莱看见另一个平行宇宙的自己。他问教授，真的存在无限个平行宇宙吗？教授回答，不，只有2个。接着大伙继续实现弗莱的第3个梦想，在侏罗纪儿童公园坐着恐龙溜达一圈。之后由于弗莱在喂恐龙时不小心被恐龙吃掉双手，所有人又带他来到手工手商店，为他安上一双崭新的手。现在弗莱还剩下2个梦想，一个是隐身进入巧克力工厂，一个是找个名人浪漫一下。而在未来，大家都是从互联网上下载名人的性格和外貌，然后再把这些信息放到一个空白机器人里。因此莉拉和弗莱来到了互联网世界里的名人约会商店，老板向弗莱介绍各种女明星，弗莱却只想要类似于刘玉玲那种感觉的女明星。注释：刘玉玲是美籍华裔女演员，曾因饰演甜心俏佳人中恶毒粗鲁的吴玲而知
知名。老板说没问题，我们就有刘玉玲，她可是唯一一个被人物杂志社2度评为最性感的女人，这2度分别是2003年和2063年。于是弗莱下载了2003年的刘玉玲，然后开始和她约会。因为机器人刘玉玲的程序是喜欢弗莱，所以约会进行得很顺利。班德看后愤愤不平，表示自己之所以一直单身，都怪所有好的女机器人都跟人类跑了。莉拉觉得他说的没错，便出手干预弗莱和机器刘玉玲的约会，告诉弗莱机器刘玉玲并不爱他，他只是一部机器。弗莱满不在乎，认为自己爱上机器人又怎么样呢？只有没有伤害任何人。为了让他知道其中的弊端，教授打开中学卫生保健科的宣传电影，电影告诫人类不能和机器人谈恋爱，否则会导致悲剧发生，导致人类文明被毁灭，从而导致地球被摧毁。但弗莱依旧要和机器人刘玉玲约会，这令莉拉和班德十分头疼。他们来到名人约会店，决定制止这不符合道德的爱情，叫名人约会店负责人关掉互联网里的商店。负责人拒绝，称互联网本来就是用来交换和出售别人的想法，他们没有做错什么，但实际上他们绑架了很多名人，一直在制作名人的非法翻版，其中就包括真正的刘玉玲。她已经被名人约会店关了800年，看她这么可怜，莉拉将她救出，因而出动警报。互联网 CFO 知道后，立即下载了备份盘里所有的刘玉玲，并把他们的模式全部设定为亢奋刺客，让刺客刘玉玲从莉拉手里夺回真正的刘玉玲。顷刻之间，城市被刺客刘玉玲破坏，人们陷入恐惧之中。弗莱丝毫不知，他还在和机器刘玉玲看电影。当莉拉带着真正的刘玉玲走进来，他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可这时，外面那群刺客刘玉玲已经追到莉拉来到此处，人们慌乱逃跑，约翰被狂揍，几人吓得躲进放映室。对此，刺客刘玉玲搭起人墙，势必要夺回真正的刘玉玲。幸好约翰及时发现1万磅的爆米花，利用它，刺客刘玉玲的人墙被破坏。但好景不长，刺客刘玉玲再次觉醒，用爆米花对几人发起攻击。班德为了保护真正的刘玉玲不受伤害，把她放进自己的身体里。弗莱则对机器刘玉玲表白，告诉她自己很爱她。机器刘玉玲被感动，也告诉弗莱自己对她的爱比星星和月亮还要长久。说完，冒着生命危险走向放映机，把放映机对准了所有刺客刘玉玲。最终，刺客刘玉玲被毁，机器刘玉玲身受重伤。作为刘玉玲的最后一个拷贝，刘玉玲让弗莱清除她。弗莱问为什么，刘玉玲对他说，没有经过我同意就下载机器刘玉玲，这已经窃取了我的肖像。如果你爱的是真正的我，而不是在电影里、肥皂剧以及人物杂志里的我，那你就清除机器刘玉玲吧。一番话让弗莱终于清醒，他忍痛清除掉机器刘玉玲。在被清除的最后一刻，机器刘玉玲表示永远不会忘记弗莱，可弗莱只想认识真正的刘玉玲。结果班德已经捷足先登，人家早就和他在一起了。看见弗莱又拿着望远镜，莉拉还以为他在看强大的脱衣舞夜总会，谁知道他看的是新开的披萨店。他让弗莱想起了以前送披萨的那段日子。莉拉夺过望远镜，看后说，那老板是5号星过来的，教授很不喜欢这个外星人，可如果不学会假装喜欢别人，社会又怎么会进步？于是几人准备去跟他们打个招呼。披萨店老板娘对造型奇特的椅子深表怀疑，老板却表示放心，有我帮他们抬脚呢，就像这样。哦吼，爽爆！作为第一批顾客，老板推荐快递小队吃海鸟粪披萨，或者是生锅披萨饼，里面有4种材料，但无论哪一种都非常难吃。莉拉果断说出大实话，老板和老板娘十分难过。原来他们想着来到这里开始新生活，增肥，宠爱地球孩子，没想到会如此失败。弗莱上前安慰2人，说吐完后便教他们如何卖地球风味披萨。2人感激不尽，庆幸自己没像那些被碾碎用来做酒的老鼠一样。弗莱强烈禁止他们再用活物做原材料，人也不许钻进烤炉。至于电视机则必不可少，因为有了它，人们就不用聊天了，只需要尽情观看趣味棒球。不过这棒球赛，老板却看不明白。弗莱表示这好办，你们跟我们公司来一场比赛就好了，反正烤炉里正好有7个人。就这样，一场别开生面的棒球比赛开始了。莉拉好似投球机，把5号星人打了个遍，吸引众多围观者。因此，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再次出现，弗莱决定来投球。莉拉失落离开，这一幕刚好被新纽约大都会的老板看见，他向莉拉发出邀请，是因为独眼莉拉会引起怪胎观众的关注。莉拉却只关注自己是第一个打大联盟棒球赛的女人，她向小伙伴炫耀，可怎么看都像一个性感的瑜伽修行者。教授问她的制服为什么是7/8号，莉拉回答，因为整数的球员都退役了。既然这样，我可以拍你的屁股吗？当然。我好紧张啊。比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眼看瑞典丸子队已经远超大都会队，观众们以拉风格退场。都会老板建议队长派莉拉出场，队长无奈同意。想不到这一招果然好使，观众们再次回到场上，莉拉却出师不利，招招打中击球手头部。好在球迷们很兴奋，主持人已经很少见到如此热闹的场面了。
比赛结束，更衣室的莉拉垂头丧气，都会老板满心欢喜。这时班德走了进来，他现在是莉拉的经纪人，专门负责给她接广告。在他的带领下，莉拉来到爷爷与儿子广告公司拍广告。因为他老是打豆子球，所以豆子罐头代言人非他莫属。很快，莉拉便成为大众的宠儿。她不停地打比赛、接广告，甚至还举办了签名会，让披萨店老板也因此获利。班德更是乐不可支。但莉拉可不是为了钱，她是要给奋斗中的女运动员们做榜样。女运动员却说，她的球技只会埋没那些真正有能力的女球员。莉拉伤心至极，她终于明白，球迷们不是在欢呼，而是在嘲笑自己，以为自己做的都是英雄事迹，其实都是笑话。所以为了洗清耻辱，莉拉立志要做史上最好的球员。可根据以往的比赛情况来看，她似乎只能做最糟糕的球员，那么便立志绝不让这种似乎变成现实。接着，快递小队来到棒球荣誉厅，找到史上最差球员靖哥。只要莉拉比他好上一点，他就能抬头做人。于是，莉拉问他打球到底是怎么个差法？击球率比较低而已。低是0好吗？如此说来，莉拉真的比他还差。全垒打大王忍不住嘲讽莉拉无地自容，请求靖哥一定得帮自己。在他的训练下，莉拉总算闭着眼投中一个球。几天后，本季最后一场棒球比赛来临，披萨店老板开了个专卖店，专门卖莉拉豆子披萨饼，因为它的销量最好。秘诀就在于活黄分，商业大佬想用10万元买断他们的经营权。老板表示，我们是来做披萨的，不是来赚钱的。但事实恰恰相反，毕竟谁会不喜欢钱呢？另一边，眼看比赛又要失败，莉拉希望队长给他一次证明自己不是最差球员的机会。队长拒绝，称他上场只会被人看作笑柄。可无奈，场上没有一个人能让对方出局。恰好莉拉跟靖哥训练过，队长只能让他上场。而更让人意外的是，对方的击球手竟然是那个女运动员，真是一场千载难逢的好戏。莉拉非常紧张，闭着眼睛投出2球，没想到2球都中，众人惊呼。现在如果他第3球也能中，那大都会队便有可能赢得比赛。但正所谓事不过3，女运动员也不是吃素的。最后，大都会队还是输了，莉拉终成为史上最差的棒球员。她难过的离开，女运动员却说，正是因为她太糟糕，她才会站出来证明自己不像她一样糟糕，这也是一种动力啊。说完，祈求莉拉现在立刻马上退役。而荣誉厅里的靖哥也被莉拉人形立牌代替，不过至少他还是史上最差的橄榄球运动员。星际快递公司正在播放新闻，报道说白天在市政府那边发生了一起抢劫案。班德却很兴奋，对，就是这个，快把我的耳机音量调大。据说强盗是抢走了一些财宝，班德帮忙补充道，应该还得加一个水池。莉拉一脸惊讶，班德，你涉案了吗？当然没有。赫米斯不淡定了，看他还穿着紧身游泳裤。话说班德的丁丁不是应该长在头上吗？穿泳裤难道只是为了遮定？机器人穿泳裤看起来还真是叛逆。目击者称，罪犯是一个又矮又龌龊的白种男性。班德兴奋的叫道，是我，我要出名了。what？ 白种人？我他妈可是个灰种人啊！班德怒砸电视机，我都抢到市政府去了，怎么还是没有人知道是我干的？腐烂暗示，那多多少少还是捞了点油水吧。班德扯开锁水内裤，你说的是这堆垃圾吗？班德告诉大家，我只不过是想让大家记住我。教授安慰他说，记那么多干嘛？反正都会忘记。班德不服，像我这种高科技人才，不仅有年轻的资本，还有伟大的抱负，为什么却要注定像你们一样浑浑度日？尤其是莉拉说的就是你，说不定到我死了，你们还是记不住我。说完，班德落寞的走了。班德来到大街上，脑海里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像我这种18线网红，要怎么样博眼球出名？他看见了一个垃圾箱，他觉得机会来了，他将脚伸进垃圾口，假装被卡住，想以此引来围观。但他忘了，他并不是在中国大妈的领地，不会有人发朋友圈让他迅速窜红。So， 此路不通。他又看见了一群轮滑小青年，班德决定加入他们的队伍。本想自创个花式，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可他却被赶了出来。轮滑队的人告诉他，我们这是自由式轮滑，不搞独裁动作。就这样，一直到了黄昏，班德发现了一堵白墙，机会又来了。班德兴奋地叫道：“我要出名了！”他发动升降腿，手持喷绘机，准备大干一场。工程之大，耗时之多，总算赶在大家上早班前完工。拉开距离一看，原来是班德的2D 版自画像，大作命名“神奇伟大的班德”。还没来得及好好再夸自己一遍，拆迁大队带人马火速赶来，一声令下，拆！神奇伟大的班德像坍塌一地，但总归还是留了一句话：班德
舔屁股。悲伤的班德回到公司，没想到大家为他准备了 party。可今天不是班德的生日，那就勉强过个葬礼吧。弗赖是这场葬礼的总策划人，目的在于让大家记住班德。班德被邀请进了棺材，葬礼开始，弗赖主持了大家上台，一一列举出班德的优点。教授首当其冲，一本正经的说道：“我怀念你那标准弯曲的构件，我还记得那是用铁锷合金制作的。但你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你含有0.04%的镍元素，得以永葆青春。”接着是赫米斯，他说：“如果你想买国外正版 CD 还不交纳关税，这时候你绝对会想起班德。”班德认为赫米斯没有教授说得好，便从棺材里坐起来给大家提意见。莉拉提醒他：“你已经是个死人了。”班德气得跳了起来：“我死了，怎么没有人哭呢？”为了缓解气氛，约翰唱了首《丹尼男孩》，这让班德更加不满：“我叫班德，你居然唱丹尼！”莉拉看不下去了：“我们已经尽力了。”班德咆哮道：“尽力了就这效果？快别废话，给我来点真感情！”大家一个接一个的上去，但他们说的都让班德不满意。他感叹道：“死了都让你们记不住我，那我还不如活着。”星际公司接到了新的订单，教授将派人把大沙岩块送到阎王4号星，班德、莉拉、弗赖3人一同前往，光速到达目的地。签收人是个尖嘴黄毛，他告诉他们这10块是拿来修法老墓的。莉拉问道：“那谁来修呢？”有，3人就这样被抓走了。穿过大渡河，越过浅水湾，他们终于到达了法老的彼岸。黄毛一边押送一边解说：“知道为什么抓你们来吗？我们就是借鉴你们地球古埃及时修金字塔的用人理念，当然办死人下活人也是。”一路上，班德却心情大好，似乎找到了春游的感觉。莉拉呵斥道：“你疯了吗？那些东西可是沾满了千万劳动人民的鲜血。”班德看法不同，如果让你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做一个人的脚趾头，你还会记不住他吗？3人就此开始了古埃及式奴隶生活。奴隶生活让莉拉和弗赖苦不堪言，只有班德乐在其中。也是铁皮抽起来应该只会响，他甚至开始教导黄毛打人应该用臀部发力。在这里，他生活的开心极了。他也开始记住了某些雕像的名字，就像他也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被记住那样。法老终现真身，他脚踏龙舟缓缓而来，万物复苏，众人膜拜。与此同时，法老像的最后一个零件鼻子安装成功，站在自己的雕像下，法老发表竣工演讲，但还没来得及剪彩，就被没安稳的鼻子砸中身亡。法老下葬，场面类似于垃圾填埋，而被奴役的人民也将得到暂时解脱。法老寂寂，大家要选出新任法老。班德早就打好了算盘，他引开门卫，爬上预言公告墙，用锤子将脸切入墙，留下了一张完美的入职照。第二天，巫师做法，请预言墙选出下一任法老。咒语念：预言引，花丛里，小河旁，班德现。班德上任，立刻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对子民们郑重地说：“老法老的残暴时代结束了。”众人欢呼。他又接着说：“新一轮的残暴开始了。” What？ 不应该是解放全星球吗？但他怕是个魔鬼吧？新官上任3把火，班德立即指示，以他自己为范本，再造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像，标高10亿弯尺。目的嘛，不言而喻。任务立刻落实。弗赖和莉拉沦为坐骑，班德亲自监工，他不允许任何人懈怠，就算开证明请病假也不行。从一只苍天脚开始，接着是屁股、身体、头，还有他的丁丁。工程之大，耗时之多，班德的头几乎见到了臭氧层之外。紧赶慢赶，班德像终于完工了。他脚踏万人坑，头顶臭氧层，双目喷火，口中念咒 Remember me, remember me。班德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但问题又来了，人们到底会记住我的大，还是会记住大的我？这又是一个难题。保险起见，班德决定推翻重新设计，但他没有机会了。黄毛和巫师联手将他绑成木乃伊，对外宣称法老死了。人们欢呼着将法老班德下葬，弗赖和莉拉成了陪葬品。3人入坑，本以为非常恐怖的法老墓，却堪称豪华。准确的来说，更像是一个赌场。再准确点来说，应该是3缺1。莉拉无暇顾及眼前的精装房，她打算逃出去。班德告诉她，除了蛇，谁都出不去，也进不来。为了缓解气氛，班德为他们倒上了自酿的松子酒。弗赖咩了一口，直接吐了，这得有多上头？莉拉想拿火试试酒精浓度，妈的，他居然炸了！这让莉拉想到了逃出去的方法，干脆直接拿酒炸了这里。班德慌了，他告诉莉拉，不能炸了他的纪念碑，这样别人会把他忘了。莉拉、弗赖即兴相声，你记得班德吗？班德是谁？班德终于放下了执念，如果炸掉我的雕像对你们来说很重要，那你们就这么做吧。莉拉立刻着手，先来个爱的魔力转圈圈，扯下了包裹住班德的绷带，一切准备就绪。一把火引燃，班德像开始颤抖，然后裂开。3人趁此逃离，他们逃回了飞船里，在雕像坍塌前逃出了阎王星。故事的最后，班德痛苦不堪，毕竟他亲眼目睹了自己梦想破碎的瞬间，可他还是没有发现，他原本的样子已经值得被记忆珍藏了。
教授终于完成了如果机的最终调试，它和我们之前讲解过的第2季第16集中的假如机器很像。而这次班德想看如果自己变成人类会发生什么。虽然做机器人很棒，但机器人没有感情，因此教授决定满足他的愿望。通过如果机，我们可以看见教授发明了一种能把班德变成人类的方法。该方法采用逆向石化，即把矿物质转化为骨头和组织，例如把罐变成一个烤面包机。同理，班德也能变成人类，这让教授对诺贝尔奖又燃起了希望。班德却对人类身体很不适应，特别是他的天线竟然换了地方。不过好在除此之外，人类身体还能用来干很多事情。重要的是，他让班德明白，男性人类通常只会对女性人类产生不一样的感觉。为了庆祝班德成为人类，众人来到餐厅庆祝。班德依然像以前那样喝酒抽烟，唯一不同的是，他会吃人类食物了。当听到很嗨的音乐，他的屁股会不由自主扭动。艾米看到后告诉班德，成为人类的重要一部分是自我控制，可班德直接无视，他甚至想一边吃东西一边上厕所。幸好大家阻止了他，教授也叫班德回家，还要他保持好身材，好去参加下个星期的诺贝尔奖。但班德还是挣脱束缚逃走，拿着人类身体尽情放肆。等1周后，诺贝尔奖开始，紧张的教授站在台上，弗莱才把班德找回来。众人惊讶的张大嘴，约翰更是说班德的胆固醇有40磅。教授越来越心虚，他的死对头见此立即表示，教授不能得诺贝尔奖，他应该滚出科学院。其他科学家纷纷附和。关键时刻，班德对科学家们说，作为科学家，你们难道不能接受新理念？既然没亲身体会过我现今的生活方式，那就不要妄加评判。科学家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又因为班德想开派对，于是颁奖现场瞬间变成大型蹦迪现场。蹦迪结束，诺贝尔化学奖也由班德获得，原因是他1周的人类生活要比大多数人一辈子都要过得丰富多彩。但由于班德早已经在派对开始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他一句感谢的话都说不出。众人只好把他弄出颁奖现场，班德成为人类的故事就此结束。接着弗莱对如果机说出自己的愿望，即如果生活更像电子游戏会怎么样？答案是有些事物变成了游戏线条，世界只有输赢或战与不战的2种可能性，而要想和平根本不可能。就连马里奥的和平白裤子也被摧毁。战争一触即发，快递小队来到军队游戏中心的作战室，因为弗莱知道电子游戏概率的秘密，他告诉将军关于任天堂人。注释：任天堂是一家上市游戏娱乐企业，主要生产和销售家用游戏机和游戏软件。超级马里奥2第2部是其公司的一个产品。注释完毕，自己整个9年级都在研究它。正说着，门外传来一声巨响，大家逃往逃生通道。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弗莱被约翰误吃掉，可幸好他还有一条命。一会儿，几个人总算来到外面，看着城市正在被摧毁。莉拉觉得一定是有外星入侵者，没错，他就是快递小队的老朋友8号星球的国王。不过在游戏世界里，他是任天堂人。后来在音乐和酒的助攻下，弗莱大秀操作，消灭了不少任天堂人的飞船。此时他就好比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可惜将军不幸领了盒饭，他的夫人非常难过。很快敌人只剩下1架飞船，弗莱冷汗直流，因为在游戏里他从来打不掉最后一个敌人，每次都是哥哥帮他干掉。最终战争结束，任天堂人胜利。他们想获得价值100万零花钱的游戏币，教授拒绝，表示要用游戏币来洗衣服，国王也要用它来洗衣服。既然如此，他只好把自己的衣服拿给快递小队一起洗。没想到问题就这样被解决。游戏世界结束，教授让众人再次对如果机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在此之前，谁提问机决定出下一个提问者是莉拉。作为被遗弃在地球的外星人，特别说明一下，此时的莉拉还不知道自己是变种人，因而她想知道如果自己找到真正的家会怎么样。关于这一部分，动漫效仿的影片是《绿野仙踪》。莉拉从睡梦中醒来，一场龙卷风把她带到一个梦幻的世界，但她却撞到了一个人。该世界的小朋友说这人是西方男巫。莉拉看他靴子不错，便把它穿在了自己脚上。不仅如此，尼卜勒还吃了一位小朋友。这时艾米出现，她是这里的北方女巫。莉拉问她如何才能修好飞船，艾米回答去找教授就行了。继而问莉拉脚上的靴子有女士款吗？对此莉拉在去找教授的途中，他又遇到需要大脑的稻草人弗莱，需要人类心脏的铁皮人班德，以及需要勇气的约翰。几人打算一同出发去找教授，殊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已经被老妈女巫看在眼里。他命令蝙蝠手下去把他们抓回来，手下遵旨，却唯独没有抓来约翰，害得约翰只能坐出租车来。而老妈之所以抓几人来，是因为她一直想收养个女儿。莉拉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人选，刚好她也喜欢揍人。可就在莉拉以为自己要找到真正的家时，班德不小心把酒洒在了老妈身上。这时老
老妈融化，所以几个人还是找到了教授，希望他能帮自己实现愿望。谁知道这里的教授竟然像个大头娃娃，让人看起来有些害怕，但事实上他很好说话，还给了约翰一把枪，相信有了枪，约翰将不再需要勇气。不料班德却拿着这把枪劫持了教授，教授竟然也不恼，原来他只有不值钱的快乐币。最后对于莉拉的愿望，教授叫他把靴子互相磕3下，然后许愿回到真正的家。结果莉拉许愿成为女巫，并把小伙伴们变成了蛤蟆。不过好景不长，随着约翰在楼上方便，莉拉融化消失，关于他的如果故事也就到此结束。超新星爆炸现场，众人翘首以盼。在等待的时间里，班德叫弗莱去蹦盆爆米花来，而弗莱为了不错过爆炸的场面，直接把不能放入微波炉的爆米花放进了微波炉，导致微波炉的辐射和超新星的引力子结合，众人穿越时空，来到了1947年的7月8日，爆米花也变成了玉米，但众人毫不知情。当准备回家时，才发现地球的交通稀疏，表面出现了臭氧层。不仅如此 ，GPS 也消失，飞船发生坠毁。班德的零件散落一地，对此莉拉吩咐约翰捡零件，其他人休息。很快夜幕降临，正当约翰捡完所有零件，几辆部队里的车包围了他，并把他和零件带到了一个空军基地。空军基地的将军以为班德的零件是外星飞船的残骸。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1947年的7月8日，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维尔的当地报纸上的确发布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它就是空军在罗斯维尔发现坠落的飞碟。第二天，将军立即派人在附近搜查。通过高精准的计时器，教授总算明白，现在是1947年的7月9日。至于为何会来到这里，当然是因为弗莱把金属放进了微波炉。这时，莉拉拿来今天的报纸，只见班德的屁股出现在上面，大家这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一切。此外，约翰还被当成了外星人。虽说他的确是外星人，而要想要回到原来的世界，只能在24小时内从之前穿过的空间洞回去，而距离飞船的正常使用还有10个小时。而在这10个小时内，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微波炉，否则大家就不可能回去。与此同时，弗莱还要潜入基地解救班德的零件，正好他还可以去见见驻扎在基地里的爷爷。教授却表示不行，弗莱不能扰乱历史，除非是应该做的事。为了让他深刻了解破坏历史的重要性，教授还打了一个比方，例如如果弗莱解决掉自己的爷爷，他就不能继续存在。利用多用途喷雾，弗莱如愿进入到基地，然后用班德的眼睛如愿找到爷爷。在基地里，爷爷是一名小小的打杂工。弗莱为了让自己好好生存，拼尽全力保护爷爷，结果没能保护到爷爷，还置人于危险之中。另一边，约翰成为实验对象，教授想知道他吃什么，但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只要是正常人都很难接受约翰的吃相。教授和莉拉乔装打扮来到百货公司，他们想在这儿买一个微波炉，可在当时根本没有微波炉，人们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种东西，因此店员只能向2人推荐另外一种家用电器，惹得莉拉十分不高兴。至于弗莱，他终于带着爷爷从基地里出来，爷爷以为班德是饭盒，伸手把他的大脑放进嘴里吃掉了。接着爷孙俩来到咖啡厅，在这里弗莱看见了爷爷的未婚妻及自己的奶奶，他觉得2人很快就会结婚，爷爷却不这么想，他说寻找异性朋友仅仅是因为应该结婚生子。弗莱听后非常害怕，恰好此时厨师在煎牛排，于是他一个起身，紧张的他又带爷爷离开咖啡厅，把他关进一个小木屋，自己则和班德离开。他认为爷爷这下总算安全了，自己可以好好存在，但小木屋正在核实验的范围之中。弗莱就这样亲手解决了自己的爷爷，莉拉和教授也没能找到微波炉。就在他们认定自己要被困在这个时代的时候，莉拉看见核爆炸，突然想到可以从军队偷来微波雷达天线。教授却不同意，他表示每个人都有义务让历史保持原样。而当奶奶知道爷爷去世的消息后，她很难过。弗莱上前安慰奶奶，由于他的模样让奶奶想起了爷爷，所以奶奶请弗莱送自己回家。罗斯维尔军事基地，杜鲁门总统接到将军的通知来到此地。对于此次外星人事件，将军已经叫专家把所谓的飞船残骸组装起来。既然如此，总统决定把他送到51区研究。传说51区专门用来研究外星人。继而会见约翰，问他来到地球有什么目的。如果是为了和平而来，那要么投降，要么领盒饭；如果是为了战争而来，那他自己投降便是；如果都不是，那就只有解剖了。同一时间，弗莱已经把奶奶送回家。面对自己最亲的人去世，2个人都很悲伤。奶奶更是悲伤的主动对弗莱投怀送抱。弗莱经不起诱惑，和奶奶开起了车。等次日一早醒来，教授告诉他，他自己变成了自己的爷爷。弗
弗莱才惊慌失措。之后，因为教授不想再上我是我爷爷的不要改变历史课，在他的命令下，众人启动飞船去投军事雷达，对军事基地进行摧毁。在这个过程中，一位侦探家对飞船拍了照片，约翰和班德的零件也被救走。最后，好不容易偷走雷达，一行人成功从军事基地撤退。结果班德的头又不小心从空中滑落，眼看空间洞就要关闭，几个人只好抛弃班德回到未来。不过好在虽然过去了1000年，但班德还在曾经落下的地方活得好好的。等弗莱和莉拉找到他，把他按在零件上，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整件事看起来就是星际快递公司的一个小插曲，毕竟平时他们经历的怪事也不少。可这件事对弗莱来说却一点也不简单，因为他不仅解决了自己的爷爷，还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这2件事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弗莱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一天，快递小队像往常一样去送快递，不料中途竟然被宇宙海盗拦截。海盗要求快递小队将宇宙金币给自己，不然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画壁对行星飞船发起攻击，班德被这声音吵醒，他拿耳塞堵住自制耳朵，但效果不佳，于是他只好来到鱼雷舱睡觉，然后被莉拉和弗莱当作鱼雷发射了出去。海盗虽然被解决，不过班德却永远要在太空中漂浮，因为他的速度太快，两人根本无法追上。好在班德还有一些赃物作伴，此外他还在自己身上刻下一男一女，他们是1977年美国发射的航海号探测飞船上的图案，这样班德还能让自己被发现时有点作用。这时面前出现一个小行星带，班德被无数个豌豆大小的小行星撞击，其中一个小行星还卡在他的身体上。班德定睛一看，只见一群像蚂蚁一样的人从小行星上走了下来，他们是虾米族人。看见班德，虾米族人称他为伟大的金属神。班德觉得这个称呼不错，正好给无聊的旅途增添点乐趣。接着他让虾米族人把钱包交上来，可虾米族人都很穷，他们有的只是家人的爱。班德最讨厌这种朴实无华的东西，他对虾米族人发布唯一的戒律，即他要喝酒。另一边，教授正在用望远镜找班德，但由于班德的气味太淡，本地的气味太浓，他一无所获。弗莱越来越难过，为此大家做了一个山寨版班德，希望弗莱可以开心。可结果并不理想，班德还在宇宙中漂浮。为了满足他的要求，虾米族人建造了酿酒厂，很多族人因此残疾或者去世，因此酿酒工业也带来了犯罪组织，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有爱和和平。班德深知这是自己的错，他流下愧疚的泪水，谁知眼泪又像洪水一样攻击虾米族人。眼看一个小孩就要被救走，其父亲祈祷班德救救他，班德照做，由此引发每个虾米族人都为自己的奇迹而祈祷。有的人祈求财富，班德就丢下一枚硬币；农民们祈求阳光，班德就反射出强光。总而言之，不管人们祈求什么，班德都会好心办坏事儿。机器人公寓，弗莱看着班德的照片，不禁又难过起来。他不相信班德就这样离开自己，决定就算用尽一切办法也要找到他。第二天，弗莱就来到混合教堂问神父，神父告诉他，除了祈祷，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找到班德。所以弗莱又找到神婆，神婆对他说，在喜马拉雅的高处有一个修道院里的兄弟会建造了宇宙中最强的射电望远镜，他们用它来寻找神，或许你可以用它来找到班德。与此同时，虾米族人已经把自己的领土扩张到班德的屁股上，但屁股上的异教徒并不相信班德，因为班德从未注意过他们。于是他们计划发起一场针对信徒的战争，信徒恳请班德反抗他们，班德拒绝。他知道如果自己干涉进来，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虾米族人内部的斗争只能让他们自己去解决。最后，异教徒发现班德的原子反应堆，对信徒发起原子弹攻击，信徒用放射线反击，与异教徒们同归于尽，导致虾米族人灭绝。班德伤心欲绝，早知道当神是这种结局，他就不当神了。而弗莱听了神婆的话，立即和莉拉带上装备来到喜马拉雅。经过重重雪山，他们终于找到那所修道院。班德还在因为虾米人而难过。突然，一个星系以2进制发射信号，班德好奇回应，由于该星系不知道自己是被谁创造，待在宇宙中很久了，又会用2进制思考。班德猜测它是航天探测器和神相碰撞的产物。此时，莉拉和弗莱已经来到修道院，兄弟会成员告诉2人，他们会以每天24小时坐在望远镜前扫描宇宙寻找神，700年从未间断。可即使这么长时间过去，他们也只不过搜寻了宇宙的1000万分之一不到。如果有幸找到神，他们会发送一个简短的祈祷。但弗莱并不关心这些，他只关心自己能不能用望远镜来寻找班德。兄弟会成员说不行，这让弗莱觉得他们很自私，他才不管兄弟会同不同意，反正他用定望远镜了。对此，兄弟会成员摆出武术的架势，莉拉以为又要大战一场，却没有想到兄弟会是非暴力宗教，他只需要把他们关进洗衣房。
同一时间，班德的猜测错误，该星系其实就是兄弟会一直在寻找的神，他可以在人们做一件事之前就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所以很多人都向他祈祷，可他们的要求太多，过一段时间，神就不得不把这些祈祷屏蔽。班德理解他的感受，毕竟他也做过神，在他看来，当神太痛苦了，不管帮不帮助虾米族人，总不能给他们带来好处。针对这个问题，神表示对和错只是文字，重要的是你做了什么。修道院转眼已经过去3天，弗赖依然没有找到班德，莉拉劝他放弃。弗赖虽然不舍，但眼下也只能放弃。在离开之际，他祈祷班德能够回来。神奇的一幕发生了，这祈祷刚好被神听见，他满足弗赖的愿望，把班德送回他的身边，让弗赖非常高兴。而高兴之余，莉拉才想起忘记把兄弟会成员从洗衣房里放出来。弗赖不想再跑一趟，觉得神会把他们放出来。班德却说不能什么都依赖神。说完，转身去救兄弟会成员。圆顶酒店行星快递公司正在其中一个舞厅开股东大会，教授们为股东们介绍去年公司的财政情况。在去年，公司不仅盈利飙升，也经历了一次重大损失。中途，弗赖和约翰觉得有些饿，便溜出去找吃的，看见一个机器人成年礼，弗赖推门而入，约翰被挡在门外。来到成年礼现场，弗赖一边拿美食，一边问机器人为什么不相信机器人耶稣。机器人回答：因为我们不相信他是救世主。一会儿，公司财政报告结束，赫米斯告诉大家，公司即将破产，股东大会就是一个重大损失。说完，打开一图表，上面显示公司的收入崩溃，至于股东们手里的几千个股票份额则一文不值。另一边，为了吃免费美食，弗莱又来到低温学支持团队，而约翰依旧被挡在门外。在这里，弗莱见到很多和自己一样的解冻人，比如生活在胡萝卜统治下的路人 A，80年代在华尔街上备受瞩目的路人 B。他来到未来是因为被诊断出豹虎病，一种只存在于动漫的病，所以他就把自己冻起来，直到如今找到解决疾病的方法。第3位则是被冰冻在冰川中的山洞人，他最难受的事情就是在博物馆里看着自己的妻子。后来，作为同一时代的人，弗赖和路人 B 相谈甚欢，并把他带到股东大会现场。由于教授不太喜欢股东老太的猫，因此老太提议给公司换个老总。一场关于 CEO 的竞争就此开始。公司的大部分股东都把票投给了教授，弗赖却把票投给了刚认识没2分钟的路人 B， 原因是他通晓经营，还系了领带。既然如此，我们就叫他袋子吧。公司保安也把自己的4万份额投给了袋子，这样教授便和袋子打成平手。关键时刻，老太又把自己的1份额投给了袋子，于是袋子毫不费力的就捡了一个 CEO。众人十分不满，除了弗赖一人瞎鼓掌。他一脸崇拜的看着袋子，袋子则对大伙说：世界上只有2类人，胆小鬼和杰出者，谁胆小谁就会被炒鱿鱼。杰出者是赢家，因为他们没有脖子，脖子是给胆小鬼用的。他还承诺要带大家登上快递行业的巅峰，不过在此之前，他要把一切事情推给自己的前任身上，也就是教授。他问教授，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什么？教授却拿出了逃跑计划，然后溜之大吉。袋子便把副总的位置给了弗赖，众人看后立刻觉得末日即将来临。此外，袋子还带着弗赖去服装店买了西装，接着坐飞船和员工们来到地派大道。趁着等红绿灯，袋子叫员工们和老妈快递公司竞争。赫米斯不同意，在他眼里，老妈公司大且邪恶，新兴公司渺小且中立。但袋子不这么认为，他继续鼓舞着大家，让大家千万不要被一个老女人给吓住。弗赖被说服，代表全体员工向老妈宣战，气得老妈立刻对飞船发起攻击。之后，弗赖和袋子来到麦迪逊立方体公园，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大猩猩拳击比赛。弗赖认为这才是高档的生活，袋子嘲笑他没见识，在他的时代，他还玩过比这更刺激的呢。他告诉弗赖，成功秘籍不是努力工作，而是全靠包装。这也是自他接手公司以来，快递小队没送过1次快递的原因。为此，袋子还做了一个对公司毫无意义的宣传广告。看完广告，大伙非常不解，就连最笨的约翰都明白公司就要垮台了。他决定把公司的股票卖掉，去买三明治。恰好袋子有三明治，他就把股票全给了他。老妈在杂志上见袋子和弗赖成了新快递王，打算给他们一个教训。晚上，当2人正在餐厅里准备用餐，老妈猛然出现，她要和他们聊聊。袋子却叫弗赖离开，表示自己和老妈聊就行。弗赖照做。回到公司，小伙伴们十分担心行星快递，赫米斯更是说袋子就是一个光鲜的骗子，弗赖被他天花乱坠的谎言给忽悠了。莉拉也说弗赖变了，傻子都看出袋子已经把行星快递当做一种交易，公司再也不像之前那样是一个大家庭。甚至于袋子又把行星快递卖给了老妈，老妈将接管公司，并把所有人作为竞争者抛弃。此时，弗赖才终于看清袋
袋子的真面目。可大家已经不再相信他，弗莱很难过，决定阻止这场并购，并用该方式来让大家原谅自己。星际股票交易所10分钟后，老马对行星快递公司的并购将在这里开始。依照规矩，双方公司都要同意并购，这并购才算成功。因此，作为行星公司的持股人，小伙伴们都投了反对票。但由于袋子投了赞成票，他从约翰那里买来的股票足以让他掌控目前的整体形势。因为约翰拥有公司的51%的股票，再加上老妈公司大部分人也投了赞同票，所以行星快递公司的并购通过，小伙伴们被轰了出去。紧接着，老妈公司将购买行星快递公司的全部市值，即一张股票可以值107块，这使得小伙伴们个个都成为百万富翁。可怜的约翰由于没有股票，依旧贫穷。这时，弗莱站上发言台，恳请袋子看在朋友的份上取消此次交易。袋子果断拒绝，友情对他来说本就是一文不值。可他还忘了一个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自己有抱骨病。从解冻以来，他便一直忙于骗人，导致忘记治病。最后，袋子因病去世。弗莱作为公司的副总，获得他的全部投标份额，然后把公司还给正在打瞌睡的教授。而随着他的决定，公司股票价值一路狂跌，小伙伴们宁愿富有，也不想和弗莱一同工作。往弗莱还一直把他们当作家人，把公司当作家。正当他准备满足小伙伴的愿望，把公司卖掉时，老太及时制止他，告诉大家股票值已经跌至3分，大家非常难过。弗莱却欢呼雀跃，毅然针对并购计划投了反对票。他十分高兴，小伙伴们不再是百万富翁，自己又能和他们一起工作了。不过小伙伴似乎一点也不想和他一起工作，尽管他们对弗莱满眼嫌弃，但心底说不定有多高兴。在一定程度上，行星快递公司的每个人都已经把行星快递当做自己的家，把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当做自己的家人，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在知道袋子是骗子时选择不告诉弗莱，然后把手里的股票卖出去。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在公司被卖掉的最后一刻，他们依然想为公司做点什么，这足以看出他们对行星快递公司的爱。不知不觉，从弗莱来到未来和小伙伴们工作开始，他们已经在一起度过许多时光，这其中有欢笑，有泪水，有不解，也有争吵。正是所经历的一切，让他们越来越看清彼此，珍惜彼此。袋子看似精明，以为钱是最重要的，但是最终，纵使再有钱，自己还不是孤独去世。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拼命赚钱，想给家人最好的生活和保障，因此忽略了家人的感受。其实比起钱，你的家人可能更需要陪伴。